分手那天，女友偷走了我所有内裤，并用她的口红在镜子上留言，等我继承完家业就回来收拾你。随后便拖着行李箱跑路，可没想到消失了5年的前女友，如今却突然高调回归，直接空降成公司总裁。他本以为我会欣喜若狂的跟他重新开始，却没想到我会立马辞职，直接跑路。随后我辞职的事情在公司传开，大家纷纷猜测于嫣不是好惹的主。新官上任第1天就拿我开刀了，办理好离职手续。我走出万兴集团的大楼，等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才明白这次的于嫣入职万兴集团总裁一职不仅仅是奔着他来，而且还是带刀而来。回到自家楼层，电梯门刚打开，我就听到关于装修砸墙的声音，我还以为是邻居在装修，可下一秒我察觉到不对劲，这特么是一梯一户，这砸墙的声音这么大，哪里是邻居在装修，分明是自己家。我飞快朝自己家跑去，发现家门是敞开的，可往里头看去却是一片狼藉。这会儿里面的几名大汉正抡着铁锤砸自己家墙面，看着面目全非的家，我心在滴血，70万的装修就这么被砸没了，你们怎么进来的？我气愤地看着他们，指着脚下喝道：“这特么是我家！”几人不说话，带头的男人吐了一口香烟，语气十分不耐烦：“我们拿钱做事，老板给的地址是哪里我们就砸哪里，有问题你找我们老板，跟我们说没有用。”一句话给我噎没脾气了，我沉了一口气：“行，你们老板是谁？”男人丢给我一张名片，带上人就要走。不过在我看到名片后，瞬间就明白了，我手心狠狠地攥着名片，气得咬牙直作响。于嫣这2个字是我从牙缝中嚼出来。我回到公司，再次来到那个会议室，果不其然的，于嫣根本就没走，还是优雅地坐在那里，宛如一位高贵的公主。我气愤地走到于嫣身前，狠狠地将名片摔在桌子上。于嫣，你什么意思？凭什么给我家砸了？砸错了，谁知道你家密码是我的生日。于嫣扬了扬雪白的梗子，我老脸一红，不管我是不是嘴上不承认，但事实就摆在眼前。我冷声道：“于嫣，当年是你不辞而别，你大可不必这样报复，我没有对不起你。”于嫣懒散地坐着，没报复你，只是砸错了而已。我闻声有些破防，你把我家砸了，我怎么办？我指着家的方向吼道：“你睡我家，跟我重新在一起。现在我有钱了，已经有实力可以包养你了。”于嫣邪魅一笑，缓缓露出她雪白的大长腿，而我却皱起了眉。不得不承认的是，每个男人心底都藏着一颗被富婆包养的心，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并不缺钱，缺的是5年前的那个于嫣。我们分手5年了，给彼此留点尊重吧。于嫣闻声冷眸子泛起了寒芒，正如她所料，这个男人来软的果然是不行。于嫣嘴角一撇，当即一把抓住我的领带，猛地用力将我那张脸拽到自己脸前。她欣赏着秦泽棱角分明的俊脸，最终将冷眸锁定在秦泽的嘴上。她冷眸泛起一阵柔光，微微歪头将自己的红唇嵌了过去。曾经带走你半条命的女人又回来，这次是取走你另外半条命。吻着我的嘴，于嫣将这2句话狠狠地吹了进去。果然好看的女人是最卑鄙的。在于嫣红唇贴向我嘴唇之际，我当即感觉到心跳加快，浑身逐渐开始燥热。但我明白自己和她已经回不到过去。你说分手就分手，你说复合就复合，难道自己在这段感情中就没有一句言语权吗？可是我看着她的红唇，看着她沉迷的与自己的那张俏脸，身体不受控制地靠了过去，百感交集中2人吻在了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从那香糯可口的红唇中恢复一丝理智，那是一股莫名的羞耻感。我红着老脸一把推开了于嫣：“你干什么？我请你放尊重点，还有我现在过得很好，不要打扰我的生活。”说罢我转身就走，不想再跟这个女人有过多的牵扯。于嫣回味着刚才的感觉，美眸中藏着一股贪恋，她看着我倔强而逃的背影，浅浅地笑道：“下次记得早些推开我。”前头的我听到此话，差点气得摔一跤。当我走出公司来到街上时，突然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发现是一笔转折信息，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房子砸错了，这些是赔偿费。我内心感到十分不悦，不过让我更惶恐的是，这于嫣随便出手就是1000万，这未免有些太离谱了。我不由得开始怀疑，这5年于嫣究竟做了什么，怎么就忽然这么有钱了呢？就于嫣而言，那天花板的颜值与身材，但凡她放低一些底线，就会有人为她买账。这时候我的手机又收到一条于嫣的短信：“哦对，别装修，装一次我砸一次。”我被气得差点把手机给砸了，内心感到十分憋屈，可却又没有什么办法。我回到家后，看着眼前这个毛坯房，叹了一口气，家里没东西了，看来今晚只能睡地板了。次日我联系了一家装修公司，下午就来人开始收拾我家。不过我并没有打算花很多钱进行装修，因为马上就要入冬了，一个好的装修太浪费时间，但在酒店过冬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总之就是一句话，能住人就行。在这期间我住在了酒店，1个月过去，我的家终于翻新完成。总之从今天起自己可以回家住了。回到家推开房门，我心情大好，虽说装修寒酸了些，甚至还不如外面的酒店，但这是家，是属于自己的栖息之地，那种归属感是外面酒店无法代替的。刚坐下门铃就响了，我走到门口，通过门镜一看，瞬间我脸色黑了下来，是于嫣，并且她的身边还站了几个明黑衣人。随后我脚尖点的轻轻的逃开，假装家中没人。这时候门外的于嫣没好气的笑，然后她帅气的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完了，我男人可能遇到危险了。与此同时，于嫣朝后面退几步，接着扭了扭脖子，随后她抬腿就是一脚，瞬间房门应声倒地，屋里头的我也被吓了一跳。于嫣，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于嫣假装恍然大悟的模样笑道：“原来你没事啊。”她双手插都踩着高跟鞋就要进屋，我一把拦住了于嫣，并且十分不耐烦的看着她：“抱歉，我请你进了吗？”于嫣想了想，点了点头：“那行，我下次再来。”下一秒，于嫣转身朝外走去，顺便伸手拍了拍我的家门：“你这门质量一般啊！”我被气得浑身直哆嗦。于嫣的手段我见识过，这次是自己在家了，下次自己不在家，估计这于嫣又会以砸错了的旗号给自己家装修。算了，虽然自己可以因此拿到一笔补偿金，但是自己又会没地主，并且重新装修也是麻烦事。最终我肩膀松懈的耷拉下来。进来。听到这话，于嫣嘴角勾起狡猾的弧线，她早就猜到秦泽会叫住自己，随后揣着兜转身潇洒走进屋子，紧随其后的于嫣那些保镖也跟了进来，然后便在房间到处看了看。这时一个男人来到她的身边：“老大，房子我们都观察好了，看完了还愣着干什么？直接给我砸了！”此话一落，这个男人就招呼了一下身边的兄弟，示意他们开始干活了。我见状大惊失色：“你给我等下！”于嫣上前忽闪着白皙的手，示意秦泽
泽不要这么大惊小怪，于嫣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我指着于嫣那张好看的脸警告道，我告诉你，你要继续这样，我可报警了。于嫣没好气的笑了，我们家的装修风格我不喜欢，我翻新一下怎么了？什么叫我们家？秦泽指着脚下的地板强调道，这他妈是我家，而且我告诉你于嫣，我们已经分手了，分手了懂吗？我们已经分手5年了。于嫣身后那些保镖闻声愣住，听这意思，老大是这个男人的前女友。于嫣察觉到身后没什么反应，便回声提醒一下他们，你们砸你们的，不用管他。几人交换一下眼神，膀子抡圆了挥起锤子，猛地砸向地板。我看到这一幕傻眼，瞬间被气得咬牙切齿，刚准备想对于嫣发火，谁知于嫣不退反进，并且十分轻蔑地用手指戳秦泽的胸部，看你这样是打算收拾我，如果你有本事的话，晚上就去卧室好好收拾我一顿。于嫣英姿飒爽地说道，我的老脸顿时就红了。不过看到刚装修完的房间又变成毛坯房了，感到十分无奈，目光回到于嫣这张倾国倾城的俏脸上，硬的肯定是行不永了，只能软的了。秦泽苦口婆心地说，于嫣，我们都分手这么多年了，时间太久了，我们已经没可能了，咱们互不打扰不好吗？而于嫣并没有道明她的目的，反而不耐烦地转身，怒瞪身后那些保镖，轻点砸，这是我家，还有那是承重墙，别瞎砸。单眼皮男人点头哈腰地说，抱歉老大，我太激动了。在不断向于嫣点头哈腰道歉的过程中，他发现我在看他，然后便直起身板，撸起袖子骂道，你搁那看什么呢？他早就看秦泽不爽了，追求老大的人数不胜数，各方面都是极品中的极品，他们那么优越的条件老大都没答应，到今天才弄明白，感情老大是喜欢你个傻狗。于嫣见状，杏眼一眯，美眸闪过一道寒芒。单眼皮的男人见势，吓得这算是不作声了。人都是有脾气的，不光是单眼皮的男人，我也是如此。我这会儿窝了一肚子邪火，碰巧这单眼皮男人接连2次砸自己家，邪火落在他头上也是自然。两个男人对视着，眼睛都是一眯，这梁子算是结下。于嫣举起白皙的玉手，然后朝秦泽挑了挑秀眉，随后再看下四周破烂不堪的房子，很随意地说，跟我走，去我那睡。我眼睛一眯，目光泛起一道狠色，我秦泽就是死也不会去你家睡。说罢我哼了一声，挥袖走人。那单眼皮男人一看秦泽要走，立即横在我的身前，堵住门口不想让我出去。这时一直不回身的于嫣摆了摆手，示意让他走。单眼皮男人见得老大表态了，这才让开了。不过细节的是，这男人让开虽然是让开了，但让开的路却并不是很宽敞，不过半个身位而已。我见状有趣的挑了挑眉，看来这他是想借此跟我碰一下。两人的心理活动都差不多，早就看对方不顺眼了。单眼皮男人一看我正面走来，嘴角勾起一抹讥笑，1步2步3步，单眼皮一直盯着脚下，计算着秦泽与自己的距离。就在我的肩膀即将与这个男人相碰撞的前一刻，这个男人深吸一口气，脚下生根，死死地定在地面上。下一刻，两人肩膀相撞，发出沉重的声响，就看到单眼皮男人身体一震，踉跄了几步，差点没站稳。在单眼皮男人踉跄这几步之间，男人脑海中一片空白，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前格斗冠军居然会被撞开。与此同时，我伸出一只放在他的肩上，我家地板滑，你们把地板扣了就好了。男人目送着我离开，至始至终没弄明白他究竟是怎么撞开自己的。待我走后，宋浩问了问于嫣头，老大，您刚才为什么放他走啊？于嫣回身再次看向窗外的景色，因为他会回到我身边。宋浩感到十分不解，那么多人追求您，可您就喜欢他？哎，真不知道他究竟哪里好。提到秦泽的好，玻璃上倒映着于嫣好看的笑容，因为他和正常男人不一样。平安集团下属员工数千人，向来高高在上的漂亮总裁，怎么就突然要见我这小小保安呢？这没来由的召见，让电梯里的周青很是困惑。他来这当保安的目的并不单纯，看这情形更有些诡异，该不会是被发现了吧？不光是他，站他旁边的总裁助理笑曼同样也感觉奇怪。他负责安排总裁工作日程，所以更加清楚其中的问题。为了见这个小保安，蒋总提前2天就做准备，为此甚至把整层楼的人都安排到别处开会去了。如此隐秘又大费周章的见个小保安，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平安总部大厦共计54层，总裁办在最顶层，这里是集团的权力中心，掌控着数十亿资产的运作。此时正值上班时间，本该繁忙的办公区内，此时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周青不禁皱起了眉头，难道自己的潜伏计划露馅了？笑曼引领着他进了总裁办公室后，就转身离开了，还很贴心地关上了办公室的门。于是，宽敞的办公室内只剩下周青以及一个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他的曼妙女郎。周青心底虽然犯嘀咕，但急来之则安之。他微微一顿，微笑问道：“蒋总，你找我？”曼妙的身影终于转过身来。这位英城第一美女总裁青春靓丽，很是年轻，也就是26、27岁的样子。虽然身着职业装略显保守，但精致的剪裁却难掩其凹凸有致的身材。只可惜，这位让无数豪门俊才魂不守舍的大美女，此刻却面似寒霜。周平安，25年前，蒋周两家老爷子在世时，为你我2人定了个娃娃亲。就算你忘记了，有这份婚约为凭证，你总不能否认吧？说着，将一张泛黄的宣纸扔了过来。哦，婚约？周青心道好险，原来是为了这个事，还以为自己在这执行任务的事被发现了，顿时松了口气。对面的蒋一涵不等他回应，就继续冷声问道：“早年听说你打商人，为避祸逃到海外去了，10年来一直都销声匿迹。我体谅你的难处，虽然过了约定的婚嫁年龄，也没有要求你回来履行婚约，够宽厚了吧？在此期间，
我蒋一涵一直洁身自爱，恪守妇道，没有做过任何有损婚约的事情。你若不信，我们随时可以去医院检查，以证明我的清白。说到这，他双手按在桌子上，身体前倾，直视着周青，言辞变得咄咄逼人。可是你周平安呢？什么时候改名周青了？回来得有1个月了吧？就算你不敢去我蒋家负荆请罪，也总该到楼上来给我一个解释吧？怎么我听说你和别的女人勾搭到一起了？你什么意思？麻烦你给我一个交代。被一个女人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指着鼻子骂自己辜负了人家，这种体验让周青好不尴尬。偏偏他说的还都是实话。20多年前，有八拜之交的蒋周两家老爷子的确为2个孙辈定了娃娃亲，还郑重其事地写了份婚约，想让2家世代友好。然而时过境迁，10多年前，随着2家老爷子相继去世，蒋周2家就断了来往。原本还算豪富的周家被人坑骗，家道迅速败落。紧接着父母意外身故，如今只剩周青这一个独苗。10年前他读高中的时候，为了救一个女孩，打伤了一个势力极大的富二代，一夜之间成为英城黑白2道联合追杀的目标，不得已逃往海外，成为一名雇佣兵，经历了无数生死，1个多月前才被人请回大夏，执行这个潜伏的任务。明面上他不过是个月薪4000的小保安，相比之下，蒋家这些年却飞黄腾达，俨然已经成为东域屈指可数的豪门望族。蒋一涵更是天资卓越，高中时就开始创业，22岁从天门学院毕业后，没有选择家族提供的大平台，反而选择了蒋家旗下最不起眼的平安机械厂。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将这家规模不过100万元的机械厂发展成为应城最大的平安机甲集团，成为赫赫有名的女强人。曾经青梅竹马的2个人，如今差距何止云泥。当然，周青不提婚约，绝非自卑身份，实在是没当回事。如今都新历时代了，谁还守着老传统？即使被蒋一涵以此为借口指责自己，他也是好脾气的笑了笑。蒋总，大家都是成年人的，没必要拿老辈人的玩笑话当真吧？你什么意思？蒋一涵愣住了。没什么意思，婚约不过是张纸而已，而且年代太近，连收藏的价值都没有，陈年旧事还提它干嘛？周青说着，把面前的婚约撕碎，扔进了垃圾桶。蒋一涵没有阻止他，只是看着被撕碎的婚约，他有些难以置信。你打算悔婚？好吧，就当我悔婚好了。你可以对任何人宣称此事，必要的时候，我还可以帮你站台作证，保证你名誉不会有任何损失。你看怎样？周青一脸的无所谓，不过是背个悔婚的名号罢了。男人嘛，大度点。可是对面的蒋一涵却有些不知所措了。这剧情的发展怎么和他预想的不一样呢？其实他不谈男朋友，当然不是为了恪守妇道，而是他发现自己对男人没有兴趣。然而到了他这个年龄，没有结婚，连男朋友都没谈过，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或许是被他拒绝的人太多了，渐渐的，东域商界出现一个接近真相的传言，甚至就连他的父母也跟着担心起来。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蒋一涵拿出了老爷子当年立下的婚约做挡箭牌，借口要等未婚夫回来，这才打消了部分人的怀疑。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痴心等待多年的未婚夫真的回来了。更让蒋一涵措手不及的是，这人回到英城后，放着外面那么多工作不找，偏偏跑到自己公司来当保安。要说没鬼，谁信？最初几天，他整天都提心吊胆的，生怕被未婚夫当众拦下，戳破他的谎言。可是连着等了大半个月，非但没等到周青上门，反而发现他和楼下一个小姑娘眉来眼去，一副勾勾搭搭的样子。蒋一涵终于松了口气，敢在自己眼皮底下勾引别的女人，这个未婚夫显然是没脑子的，准备的封口费看来可以省了。为了排除隐患，同时也将影响降到最低，蒋一涵提前把无关的人都支开了，这才信心满满的把周青叫了上来，先站在道义的制高点把他唾骂一顿，以示自己的清白，然后将他和别的女人同居的证据摆出来，好教他知难而退，别想癞蛤蟆吃天鹅肉的美事，最后再赏他一点甜头，还不得什么都听自己的。这个方案精心准备多日，自觉没有任何疏漏，可是到了跟前才发现，这个小保安对婚约的态度根本就是无所谓，甚至有些抗拒的。看神情，应该不是装的。难道自己误会了？他来这当保安的目的不是为了接近自己。对了，人事部那个小姑娘和他差不多同时入职的，好像是比自己年轻些，或许是被周青的无所谓伤了自尊，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脸色难看的蒋一涵突然冷哼一声，怒道：全营城谁不知道我等了你很多年，
凭什么你说悔婚就悔婚？对不起，我不同意。周青皱起了眉头，不明白这娘们生的哪门子气。其实他刚到平安集团上班，就听说了美女总裁苦等未婚夫多年的传闻。身为其中主角，周青明白自己这是被当挡箭牌用了，虽然有些不爽，但也没往心里去。毕竟他已经改了名字，外人很难把他和蒋总的未婚夫联系起来。而且他来平安大厦当保安的目的是为了执行任务，任务完成就走，根本没打算久待。甚至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都答应配合蒋一涵扮演一个悔婚者的角色了，避免了他的名誉受损。怎么这娘们还耍起性子了？莫非觉得自己太好说话了？想到这，周青转身坐到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冷笑道：“怎么，蒋总非要我履行婚约吗？”蒋一涵被堵了一下，看着周青这副痞赖样，他心底那点酸溜溜的小情绪瞬间消失了。这样的男人给自己提鞋都不配，但作为一名合格的商人，为了利益，所有人都是可以利用的，包括未婚夫。这个挡箭牌已经用了很多年，挺顺手的，扔掉可惜。更妙的是，现在自己手上还有他和别的女人同居的把柄，敢翘辫子随时可以踩死。想通后，蒋一涵的脸色缓和了许多，给周青倒了杯水，顺势坐在他的面前，露出一丝笑容道：“平安，记得你比我大2岁，小时候我都叫你哥哥的。”什么情况？周青翘着的腿一下子收了起来，端正坐好，一脸警惕地看着他给自己端的水。这娘们该不会是给自己下药了吧？那时候我经常去你家玩，最喜欢吃阿姨做的糖醋鱼，咱俩还上同一所幼儿园。记得有次你带我偷偷跑到游乐场玩，把幼儿园的老师都急哭了。等等，蒋总有什么话还是直说吧。周青越听越不对劲，一会硬一会软的，这娘们到底想干嘛？那我就不绕弯了。蒋一涵显然也不擅长套近乎，随即直起身，抱着双臂居高临下的吩咐道：“既然你回来了，挑个时间，咱们去把结婚证领了吧。”啥？周青懵了。蒋一涵没有理他，自顾道：“作为报酬，婚姻存续期间，我每个月给你2万工资，还有你那个小情人，我也可以提他做地区经理，条件是他不能继续待在应城。你这是要跟我假结婚？”周青终于明白了，当然是假结婚。蒋一涵翻了个白眼，一副你也不照照镜子的鄙视，转而继续交代道：“3年后我们就离婚，到时候我再额外送你一套房子，随便你将来和哪个女人鬼混都行。但在这3年内，你不允许有任何负面传闻影响到我的名誉。3年有钱拿，连小情人都安排好了，挺厚道的哈。可是我差钱了吗？关键这是请人帮忙的态度吗？”周青摸了摸鼻子，一脸的不爽：“蒋总，你是不是太自信了？你别不识好歹，你当保安1个月工资才4000，我给了你5倍的工资，另外应城一套32厅的房子值多少钱？你也应该清楚，凭你自己怕是一辈子都买不起，换你3年时间，亏待你了吗？”蒋一涵不容拒绝道：“就这么定了，正好晚点我要去机场接个人，你准备一下，跟我一起去。”原来自己在他的眼中是如此的廉价。不好意思，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周青说完，起身把面前的水一口喝掉，扔了杯子，同时也扔掉了青梅竹马的情谊，转身打开房门走了出去。直到这时，蒋一涵才回过神来，急忙追了出来：“周平安，你给我站住！”门外守着的笑曼猛然一颤，被这一声喊给吓住了。周平安，蒋总的未婚夫，那他岂不是平安集团传说中的蒋总？还想用什么手段？周青停了下来，转身蔑视道：“解雇我，还是用兰芳威胁我？”原来他的小情人叫兰芳，好土的名字。蒋一涵在心底吐槽着，他承认听到这个名字那一念间，他下意识的想收拾这个狐狸精。可是这种手段太下作了，想要用好这个挡箭牌，还得周青心甘情愿的配合才行。何况周青的身份现在已经被助理笑曼听见了，未婚夫回来的消息，怕是瞒不住了。事已至此，只能把经营多年的谎言坐实了。蒋一涵眼珠一转，幽怨的表情上脸，依偎在门口，像被抛弃的怨妇一样哀叹道：“平安，从我们订婚那一刻起，我就在等你，已经等了整整25年。我知道你心里有别人，只求你陪我3年都不行吗？” TMD， 这理由实在太强大了，周青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更绝的是，这娘们苦等未婚夫多年的事，人尽皆知。不用看旁边笑曼的表情，周青都能猜到，他要敢就这么走人的话，不出3天，他就会成为应承万夫所指的负心汉，还是洗不白的那种。看他一脸的难堪，蒋一涵心底美滋滋的，戏精上瘾了，走过来小心翼翼地扯着周青的袖子，
眼神里透着深切的期盼，苦苦央求道：“平安哥哥，答应我好吗？这娘们的演技都能拿小金人了。”周青唇角抖了又抖，实在想不出拒绝的理由，忽然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容，伸手挑起蒋一涵的下巴，俯身吻了下去。小曼瞬间瞪大了眼睛，她的蒋总足足被吻了10几秒，周青才意犹未尽地抬起头，无视对面那猛然苍白的表情，深情道：“一涵，放心吧，哥不走了，今生今世都陪着你，让你给我生2屋子的娃。”哦，蒋一涵终于憋不住了，捂着嘴扭头找洗手间去了。跟我斗！周青得意一笑，在笑曼惊为天人的眼神注视下，哼着小调悠哉悠哉下楼去了。小周，快下班了吧？刚出电梯，一个矮胖的身影迎了上来，伸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周青差点没把人甩出去，仔细一看，才认出这胖子是市场部的老大谢谦，旁边还站着保安队长方文明。两人这架势，莫非一直在电梯口守着？周青皱起了眉，对，晚上有空没？文明，你咱仨一起去演艺时代耍耍。谢胖子的眼睛本来就不大，笑起来的时候更是彻底的找不着了。莫名其妙的邀请让周青有些意外，好像自己跟这家伙没打过交道吧。他果断拒绝了，没空，我值夜班，夜班我找人跟你调一下就行了。谢经理请客，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吗？旁边的方文明一脸的不耐烦，这小子连话都不会说，鬼知道谢谦怎么看上他的。不用，我喜欢值夜班。周青说着，使了点暗劲，把肩膀上的手震开，转身走了。嘿，这小子敢不识抬举！方文明自觉属下让他丢了面子，正准备追上去来点硬的，被谢胖子拦住了。好了，小周也是为了工作嘛。谢谦的小眼睛里闪烁着精明的光彩。一个小保安，他当然不会放在眼里，但被总裁助理亲自接到顶楼去的周青，身份显然是神秘的，而且对方的反应也证实了他的怀疑。小保安竟然敢不给他和队长面子，想必是有恃无恐的。也就你拦着，要不我非揍他不可。什么东西嘛！方文明一脸不依不饶的样子，转眼见谢谦要走，又赶紧跟了上去。谢经理，您看待会咱们几点过去？突然想起来晚上我还有事，要不你自己带几个朋友去玩吧，报我的名字就行。正主走了，对于方文明这样的小人物，谢谦也懒得敷衍。方文明搓了搓手，一脸的惭愧，这怎么好意思嘛？演艺时代的消费可不低，随便一场活动下来，少说也得大几千。周青回到保安室，先给同事们散了一圈烟，接着又提供了一个好消息：方文明带着他那几个老乡提前下班了。正在值岗的保安们闻言都松了口气。保安室内不允许抽烟，方文明又喜欢小题大做，把这群老烟枪给憋惨了。现在队长走了，大家也都放了羊，转眼功夫都跑厕所抽烟去了，只剩周青一个人在屋内，随即把烟一收，转身打开自己的储物柜，从里面翻出一本厚厚的机甲基础知识大全，取出里面一张夹着的手绘图纸，摊开放在桌子上。1个多月前，有人把他请回鹰城，要求他将任何意图潜入平安大厦，到蒋一涵办公室偷取资料的人一网打尽。这是个守株待兔的活，显然不符合周青的性格。既然他伪装成保安员，就干脆给自己多加一个身份，一个已经成功潜入平安大厦、图谋不轨的卧底暗探。而眼前这幅图纸，就是他这位暗探的工作成果。在这个量子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的时代，几乎没有人会用手工绘图，但周青知道，在某些隐秘领域，是特别要求不能用电子产品做信息载具的，因为任何电子信息都会留下痕迹。既然他是一位成功的暗探，当然得有这点常识才行。一般人很难把这张粗绘的图纸和平安大厦联系起来，但有心人都能发现，图纸上的节点代表的是监控位置，标识的引语代表的是时间，线条表达了保安员日常巡逻路线等信息。乘着没人打扰的机会，他又在标记稀疏的大厦顶层位置上，将自己刚才发现的没有连入保安室网络的临控点也添加进去，使得整幅图都完善起来。知道无法瞒过那些高手，所以图纸上的信息非常全面，也都是真的，世人一看就知道防护严密。但没人知道的是，这严密的防护正是出自周青之手。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平安大厦的安防设备都微调了一遍，使得潜入总裁办公室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半夜11点到12点之间，通过电梯井去到楼顶，在西南拐角处卧倒17分钟，再从窗户那里垂降进入蒋一涵办公室。这个过程只有5秒。这个故意留下的通道，即使陷阱也是过滤器。小杂鱼周青根本看不上眼，他的任务是拿下传说中从无失手的民工鬼手。
我都等了这么久了，你可千万别失约啊！周青抚摸着自己光秃秃的下巴，再仔细审视一遍，确认没有疏漏，这才把面前的图纸撕碎，分开扔进了屋内屋外2个垃圾桶。刚回保安室坐下，一个娇小的身影从门口经过，探头进来叮嘱道：“晚上我要加班，冰箱里有我前几天包的饺子，你回去自己煮了吃吧。”周青愣了一下，这小妞整天就想着吃，该不会都忘记自己在这的任务吧？随即又皱起了眉头：“谁让你加班的？我们部门所有人都得加班。”兰芳一脸的沮丧，本来我今晚打算做火锅的，谁知道新来的试假大师对我们提供的助理人选不满意，临时要求我们换人，还得年轻漂亮的，一看就是个色鬼。兰芳长得不像狐狸精，反而有点婴儿肥，尤其生气的时候，嘟着嘴巴就变成了金鱼。周青笑了笑，只要不是被针对就行，掏出一部连接了监视网络的手机递给他，叮嘱道：“晚上我要出去一趟，你别忘了正事。”拿。兰芳接过手机往口袋里一塞，特别交代道：“冰箱里的刀鱼不准吃，我准备做刀鱼面的。”说完，风风火火的走了。这小妞对潜伏任务没见怎么上心，反而对人事部的白领工作和厨艺饱含热情。真不知道为什么给自己派这样一个助手来？难道徐老头嫌自己对付鬼手太轻松了？周青一脸的无奈。不料刚把椅子捂热，小曼又出现在保安室门外。他先是探头看了看，见屋里没人，这才走进来，掏出一张银行卡，小声道：“蒋总让我带你去买套衣服，待会陪他去机场迎接新来的试假大师。”蒋一涵大娘们还敢来？周青有些意外。结婚真假他倒是无所谓，挡箭牌嘛，类似的套路他以前在海外也陪人玩过。关键是假结婚还有钱拿。嘿嘿，莫非自己真长了副吃软饭的脸？摆了摆手，他一副阔老的样子道：“你看着买吧，我相信你的眼光。”肖曼也觉得不好意思，毕竟是蒋总等了多年的未婚夫，哪有让自己陪着买衣服的道理？周青不去，倒让他自在许多。临离开时，他犹豫一下，还是提醒道：“刚才我看见兰芳了。”周青不傻，当然明白蒋总的这位助理是什么意思，但他还是装作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他刚从我这走，怎么了？肖曼被噎了一下，实在没想到某人的脸皮如此之厚，都要跟蒋总结婚了，还把私会老情人说得如此坦然，自己都替他脸红。你打算怎么办？我能咋办？本来我俩打算回去做火锅吃的，谁知道兰芳要加班，我得陪蒋总。哎，对了，要不你跟蒋总说说，给我俩放个假。周青彻底把脚踩两只船的角色演实了。你，肖曼气的脸都青了。蒋总多好的人啊，怎么他苦等多年的未婚夫，竟是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偏偏蒋总还打算委曲求全，凭什么？这姓周的除了长得帅点，有股子男人气概，还有什么好的？忍无可忍，肖曼终于爆发了。周青，你要是还有一丁点良心的话，就该好好对待蒋总。知道他撑起这么大的企业有多难吗？这么多年你都不管不问，让他一个人每天加班到半夜11、2点，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还这么欺负他，你还算个男人吗？周青眨了眨眼，摸起了鼻子，这是他心情不爽的时候，习惯性动作。现在他就很不爽。蒋一涵把一家小工厂发展成平安集团的确不容易，让他说佩服也行。可是怎么弄得好像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一样呢？谁创业不辛苦？老子亏欠他了吗？周青刚要反驳，蒋一涵突然冲进保安室来，看到面红耳赤的助理，他脸色一变，道：“肖曼，你跟我出来一下。”蒋总。肖曼还一脸的愤愤不平，直到见蒋总有些急眼了，这才恨恨地瞪了周青一眼，走了出去。两个人不知道在保安室外面说了些什么，但肖曼的表情明显的从意外到震惊，最后变得开心起来。周青虽然没有窥视两人私语的欲望，但从他的表情变化上，也已经知道两人聊的是什么了。他淡然一笑，哼起了小调：“你先去酒店吧，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了。”蒋一涵最后交代道：“蒋总，你注意安全。”肖曼点了点头，在看周青的时候，不复先前的愤恨，反而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味，可得小心着点。赶紧去吧，蒋一涵笑着催促道。视线转向周青的时候，俏脸一红，转而就没了好脸色。走吧，我们直接去机场。既然好处已经拿了，周青自然说到做到。出了保安室，眼角的余光一扫，果然不出所料，外面那个垃圾桶里的垃圾已经被人清理过了。能这么快把东西拿走，平安大厦内肯定有鬼手的人，并且还知道他的存在。周青不动声色，稍稍整理一下衣服，便跟着蒋一涵来到地下停车场。在这处占地颇大，
却还显拥挤的停车场内，有一片区域专门砌了矮墙，单独隔了出来，里面停了几辆千万级别的豪车，相互之间不仅有墙护着，还距离甚远，出入都很方便，格外的与众不同。直到瞟见墙上那一道道的擦痕，周青终于明白了，还以为姓蒋的娘们搞特殊呢，原来是个马路杀手。这么宽的停车位都能撞墙上，难怪要单独隔起来。要都挤到一起的话，恐怕平安集团每天赚的钱都不够他修车的。蒋一涵还不知道自己的车技已经暴露了，放着几辆新能源豪车不用，特意选了一辆古董级别的劳斯莱斯。打开车门，刚要把钥匙递出去，周青却先他一步坐进了后座。走吧。见他愣在那里，这家伙还一脸坏笑的催促着。蒋一涵咬了咬嘴唇，只好硬着头皮坐上了驾驶位。车子启动后，他还不甘心道：“周青，你会开车吗？开车哪有坐车爽？”周青直接掐掉了他的幻想。再说应城的路我也不熟。蒋一涵又犹豫道：“那你坐前面来吧。按照基本礼仪，只有我们2个人的时候，你该坐副驾驶的位置上，这样方便咱们交流。是方便给你壮胆吧？这种车前排没有后座舒服，我还是坐这吧。”周青果断选择了袖手旁观，还把座椅调了调，让自己半躺着更舒服点。左右一看，从手边的小冰箱里掏出1瓶深的矿泉水，喝了一口，40块钱没了。蒋一涵翻了个白眼，突然又意识到，你这么熟悉，难道以前坐过这种车？相比10几20万就能买到的新能源汽车，这种旧历时代流行的燃油动力车早已停产，如今怕是连见过的人都不多了。那些被收藏的，只要能跑得起来的燃油车，价格都在100万以上，而他这辆保养精良的劳斯莱斯更是价值数千万，平时连他出门都不舍得动用，只有接待贵宾的时候才让司机开出去，彰显公司实力。周青这么熟悉的样子，又是从哪学来的呢？旧历时代的10大名车我都玩过。周青随口说着，把一只悄然爬上自己衣服的黑色的小蚂蚁捏了起来，打量了一眼，丢进水瓶里，晃了晃，继续道：“其实这辆幻影不符合你的形象，有点老气。你的商务用车应该是迈巴赫，还10大名车你都开过，看把你能的，咋不说你会开战甲呢？”蒋一涵撇了撇嘴，显然是不信的。不过此时已经驶出了停车场，进入了主干道，周围都是不长眼的，他得把大部注意力投入到驾驶上去，暂时也顾不上嘲笑周青了。蚂蚁沉入瓶底，躺在那里动也不动，显然是死了。周青皱起了眉头，这种仿生机器人外观和真正的蚂蚁没有什么区别，并且具有红外感应能力，只要放置在目标必经之处，待目标经过并停顿时，短短5秒钟内，它就能自行爬入目标衣服中，在夹缝内潜伏起来。因为外观有很强的欺骗性，所以常被用于无接触监听和位置追踪。内置光脑，100公里范围内实时加密无线传输情报。唯一的缺点是待机时间只有24小时，是民工最常用的监听手段。鬼手已经来到鹰城，周青早就知道的，并且也清楚对方的目的是什么。可是他连蒋一涵这次出行会用哪辆车都掌握了，并且提前放置了仿生机器人在他以前常坐的位置上，这就很厉害了。平安集团的那个内鬼，看来不是小角色，而是能够掌握蒋一涵生活轨迹的高层。当保安没有前途，这次去机场接的是假大师，是刚从混乱战场回来的战甲操控高手。待会你端正自己的态度，争取给他留个好印象。必要的时候，我也会给你提供机会，让你和他多亲近些。等红绿灯的时候，蒋一涵终于腾出空来，特意叮嘱道：“混乱战场回来的。”周青有些意外，之前没有重视这个消息，没想到他和自己是从同一个地方回来的，要是认出自己就麻烦了。你可别不当回事，这人虽然只比你大2岁，却是狼群佣兵团退役的战士，据说跟狼首大人都能说上话，背景可想而知，实力当然也毋庸置疑。这是你的机会，好好把握，没敢奢望你能成为战甲师，跟人家学上2招，考个机甲操控从业资格证，就算是出人头地了。狼群大吓人，周青愣住了，你说的该不会是江宁吧？整个狼群只有自己和江宁2个大吓人，这小子昨天才打电话说想来鹰城玩玩，今天就撂挑子跑过来了。难怪蓝方说新来的是贾大师好色，这小子的女朋友都快集齐7大洲了。周青，你故意的是不是？蒋一涵翻了个白眼，嗔恼道：“你明知道江大人是狼首4位之一，别说他不可能退役，就算回来了，把平安集团卖掉也请不起人家。我说的是罗超，狼群佣兵团维修组的，听是狼首大人的黑金玄甲就是他参与调试的，能把这样的高手请来，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大代价吗？”周青听完，一脸玩味的笑了。现在可以确定，
蒋一涵是碰上骗子了。狼群根本没有维修组，因为狼群对战士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熟悉战甲，如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所有的维修工作必须亲自动手，当然也不会设置专门的维修组。倒是狼手亲自领衔了一个设计组，在狼群的地位非常重要。至于这个敢冒充狼群战士的罗超，待会要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本来1个小时的车程，蒋一涵硬是磨蹭了2个小时，还有几次差点没出事。等周青脱掉保安服，换上一身西装，从试衣间走出来，天都黑了。外面等着的蒋一涵眼前一亮，转身痛快的刷卡付账。这个痞赖的家伙还挺帅的。机场服装店没什么大品牌，能把他随便挑的杂牌穿出英武不凡的气势来，倒也挺不容易的。当然，蒋一涵肯定是不会承认的，只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夸自己一句：“看来我眼光还不错。”周青笑了笑，吃人嘴软，他难得的没有找别扭。待会我们2个装的亲近点。罗超技术没问题，但听说人品不怎么样。蒋一涵交代完，扭头见周青站着不动，不由道：“怎么了？我们2个现在是什么关系？”周青晃了晃自己的胳膊，歪头挑眉期待道：“这是要玩手吗？”蒋一涵突然就想起之前被强吻的那一幕，那感觉……他脸色一变，转身就找洗手间去了。周青摸了摸鼻子，只是挽个手就这么大反应，这娘们该不会是那个啥吧？难怪要找人假结婚。正要跟上去，蒋一涵突然又跑了回来，一把搂住他的胳膊，甜蜜幸福的笑容在脸上绽放。“亲爱的，罗先生的飞机已经到了，我们快点去接机处吧。”周青心中一动，刚要乘机占点便宜，就被狠狠地掐了一下。同时，一个愤怒的声音传来：“一涵，他是谁？”这腔调就好像发现老婆背着自己偷人一样。周青讶然一惊，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穿着运动装的青年正怒容满面，疾步而来。紧随而动的是原本散布在其周围人群里的保镖，5、6个精干的高手迅速围聚起来，簇拥着青年，犹如携裹着滔天煞气的利刃，一路势不可挡劈开了人群。眨眼功夫到了跟前，蒋一涵的脸已经白了。他只看到了青年，没想到他还跟着保镖。这些人可都是有杀人执照的。若是只有青年还好说，了不起一番口角，拉着未婚夫这个挡箭牌，让对方不再骚扰自己更好。可是带着保镖就不一样了，像这样的公子哥，若是冲动之下不计后果的乱来，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无意中把周青顶到了生死绝境，赶紧松开他的手，想把他挡在身后。不料周青已经先他一步迎了上去。“我是周平安。”周青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郢城第1公子，城首府大少爷赵无极，并且也知道只要赵公子一声令下，他那几个拥有杀人执照的保镖会毫不犹豫开枪杀人。可是他仍然一脸淡定从容的微笑，迎上去，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是蒋一涵的未婚夫，请问你有什么事吗？”赵无极滔天的怒火戛然而灭，他愣住了，一脸的难以置信：“周平安，你就是周平安？不错。”周青背着手，直接抵着赵无极的脚尖，淡然道：“我就是让一涵等了20多年的未婚夫，准备过几天就和他结婚洞房的周平安，有什么问题吗？”他身后的蒋一涵都快要抓狂了。赵无极为什么这么愤怒？恐怕就算瞎子都看出来了。你周青能不知道？明知道对方带着敢杀人的保镖，为什么还要用这些话刺激他呢？少瞎掰2句会原地爆炸。洞房，洞房。周青自带淫笑，把这个最容易激起怒火的重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过分，你太过分了！赵无极气得连嘴唇都是抖的。自幼受过的良好教育，使他无法说出骂人的脏字来，被逼急了，突然手掌一劈，咆哮道：“我要和你决斗！”凭什么？周青抠了抠鼻子，众目睽睽之下，把鼻屎一点一点地抹到赵无极的衣服上。“你 TM 算老几？公子，下令吧！”城首府的保镖们实在看不下去了，齐齐上前怒声道：“若非规矩如此，恐怕不等主人下令，这些人就要把周青给活撕了。”欺人太甚！赵无极像要快爆炸的高压锅一样，剧烈的颤抖起来，生平第一次受到这般羞辱，咬牙切齿的那3个字几乎就要脱口而出。却这时，一只纤细的手突然插在2人之间，一把捂住赵无极的嘴，搬过去在他脸上狠狠地亲了一下。“臭小子，你不是来接姑奶奶的吗？”这个突如其来的女人约莫30岁上下，一身火热露骨的装扮，再加上曼妙夸张的曲线，将成熟女人特有的魅力展示得淋漓尽致，引来全场男人的鼻血尚不知足，还用妩媚勾魂的眼神从周青脸上一勾，最后落在赵无极的身上。“想姑奶奶没？”
赵无极满腔怒言，瞬间化为被调戏的手足无措。姑奶奶，你臭小子，看你脸红的，还敢说没想我？女人说着，一把揪住赵无极的耳朵，把他往机场外面拖去。几个原本义愤填膺的保镖，你看我，我看你，被这个闻名已久的姑奶奶砸了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不约而同的低下头，转身跟了上去，一个个灰头土脸的。一场注定要酿成大祸的风波，就这么奇迹般消失了。蒋一涵长长舒了口气，转而看着周青，心有余悸道：“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就敢招惹？他是程首府的大公子赵无极，刚才你差点没命，知道吗？以后不准这么冲动了。”冲动吗？周青冷然一笑，整理一下衣服，摸了摸鼻子。赵子怡这个疯婆娘，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出现在应城，莫非听到什么风声了？可惜了，本来想借这个机会收点利息的。机场外，赵子怡将侄孙一把甩进车里，自己也跟着上去，不等车门关上，就催促前面的司机快走，直接回程首府。到了这个时候，赵无极要是再不明白怎么回事的话，未免太愚蠢了。他揉着已经红肿的耳朵，满腹的委屈：“姑奶奶，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你知道他有多欺负人吗？”赵子怡没有理他，眼睛不停在四周巡视着，一脸的警惕，一脸的担忧。直到车队开上了高速，离开了机场范围，确认前后左右都没有什么异常，他终于松了口气，转身一耳光甩了过去：“不拉你出来，你现在已经死了。”听了这话，赵无极瞬间就懵了。印象中，这位年龄不大、辈分极高的姑奶奶对赵家子孙都非常维护宠爱，这是第一次见她出手打人，挨打的还是刚刚经受了莫大委屈的自己。她一脸的难以置信：“为什么打我？一涵的未婚夫有什么了不起的？”一涵，一涵，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赵子怡近乎咆哮的命令道：“立即，马上给我死了这个女人的心！以后你老是待在程首府，哪都不准去，敢出门半步，我亲手打断你的腿！”赵无极指天发誓，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奶奶有如此恐惧的时候。他恐惧的对象是谁？有很明显的答案。可是他为什么恐惧？赵公子莫名其妙。姑奶奶，你总该告诉我为尾吧？听说过狼群佣兵团吗？这谁没听说过？而且狼首大人据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甲师，在混乱战场所向披靡，他是我的偶像。赵无极一想起那个视频中那个神出鬼没的黑金玄甲，甚至都忘了自己脸还肿着，满心神的向往。只可惜狼首大人太神秘了，狼群也太难进了。除了21名成员外，恐怕极少有人知道狼首大人长什么样。他是你偶像？太好了！赵子怡冷笑道：“你偶像的父母是被你爸害死的。”应城机场 T3接机处，到了这里，周青才知道平安集团来的人不仅只有他和蒋一涵，还有几位高层，并且早就到了。此刻，一群人正簇拥着一个高大魁梧的青年，热切地攀谈着。看到蒋总驾到，众人立即迎了上来。至于周青，当然是被忽略的，以为是蒋总带来的司机。罗先生，欢迎加入平安。蒋一涵有心事，刚才那场风波虽然奇迹般消失了，但后续的麻烦还不少，所以蒋总的脸色很难看，勉强露出一个笑容，事先准备好的欢迎词都懒得说了。罗超大师的脉象非常好，身材高大硬朗，剑眉星目，面容如刀削斧凿般棱角分明，再加上那一身磨损出毛边的训练服，以上训练服上隐约还能看见的狼群标识，完全的契合了人们想象的战场强者形象。蒋总的冷漠让他有些意外，随即冷然一笑，淡淡回应道：“好说。”旁边几位平安集团高层一看，这形势不对呀，立即有人站出来暖场道：“我们平安集团能请罗大师来试炼新战甲，可谓如虎添翼。诸位，我有提议今晚豪爵酒店的接风宴，大家都要不醉不归。”对，罗大师刚从混乱战场回来，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听听那里的故事了。混乱战场可以先放放，罗大师亲手调试狼首大人的黑金玄甲，这才是最值得分享的。你们这些臭男人就喜欢打打杀杀的，难道你们就不好奇狼首大人长什么样吗？几位平安高层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把有些冷寂的场面暖了起来。此时蒋一涵也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不好，怕是会影响今后的工作，随即收拾了一下心情，展颜笑道：“路上碰到点事，希望罗先生不要介意，待会宴会上我给先生端酒赔罪。”好说好说。罗大师露出几颗门牙，眼神里泛起了光彩。不跟我装高冷了？哼！他随即伸出了手，脸上不经意间流露出几分色意，想跟蒋一涵握下手。
不料蒋一涵退后一步，把周青这个挡箭牌拉了出来。老杨他们几位，相信罗先生都认识了，这位是我的未婚夫周平安，还请罗先生多多关照。周平安，瞬时间，所有人都愣住了。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他们都很清楚。可蒋总的未婚夫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些记忆力好的更是大吃一惊，这不是大厦门口那个保安吗？挡箭牌就得有挡箭的自觉。周青大大方方的上前一步，面带微笑的伸出手，与罗大师握在一起。罗先生好，你这身衣服不错。罗超傲然一笑，抓住周青的手晃了晃。周平安是吧？我知道你。周青愣住了，这个不知哪里捡来一件旧衣服，就敢冒充狼群战士的骗子，该不会真在混乱战场见过自己吧？可是他的真面目从不轻易示人，这家伙是怎么知道的？随即手上感觉到的力道让他暗松了口气，这家伙并不知道自己真实身份，否则就不会有这种小动作了。罗大师一边悄然用力，一边愤恨道：听说你让蒋总这位大美女苦等多年，罗某人早看你不顺眼了，今天非得替蒋总出口气不可，活该。本来还有些紧张的平安众高层闻言都松了口气，原来罗大师也是蒋总的仰慕者，难怪看他的未婚夫不顺眼呢。这口气该出，应城这些年扎周平安小纸人的人怕是很不少的，自己心目中的女神一直痴心苦等的男人能不着急恨吗？再说了，平安众高层自视为蒋一涵的娘家人，看见这个终于出现的周平安，早就恨得牙痒痒。罗大师能替他们揍这家伙一顿才解气呢？不料罗大师脸色突然一变，奋力将把挣拖出来，一边甩着一边怪叫道：哎呦，你怎么这么大手劲，差点把我的指头捏碎了，难怪蒋总独守空房多年，原来等的是位高手啊。众人讶然一惊，转而见罗大师怪言怪语间把蒋总和他的未婚夫一起夸了，随即大笑起来。虽然不知道姓周的这些年跑哪去了，但要说捏痛罗大师的手指是不可能的。罗大师可是狼群出来的，应城能伤得了他的人怕是不多的。大师如此自降身份插科打诨，不过是为人亲切和善，故意捧人罢了。平安众高层对罗大师的印象顿时又高了几分，甚至就连蒋一涵脸上的笑容也变得热情了许多，上前主动伸手道：罗先生以后和外子相处的时间长着呢，可不能总这么惯着，得替我好好看着他。好说好说。罗大师看着了周青一眼，突然不敢捉妖了，手指和蒋一涵轻轻一碰就松开，揣回口袋里，好奇道：蒋总这意思是让我以后跟着周公子吗？这话就把自己身份贬得太低了。蒋一涵俏脸一红，都不好意思把周青真实的身份说出来，解释道：罗先生说笑了，新战甲的试炼工作当然以你为主，其他人包括外子在内都只负责协助端茶倒水而已。那怎么好意思？罗大师眼神连连闪烁了几下，见旁边的周青默然点头，终于不再说什么了。其实他已经后悔来应承了，只有他自己和周青知道，刚才那一下根本不是演戏。若非周青放水的话，罗大师的手指此刻已经碎了。来之前他都了解过的，平安集团以前都是做机甲研发，这是第一次尝试战甲设计，内部没有什么高手，所以才想乘机浑水摸鱼。精心包装的身份，撞死无意的机缘，三推三拒的矜持，所有这一切都只为骗一笔不菲的薪金，却没想到刚一碰面就被来了个下马威。平安集团有高人，得想办法找机会脱身才行。一行人簇拥着心事重重的罗大师往机场外面走去，蒋一涵故意落在后面，等慢悠悠的周青走近了，低声叮嘱道：罗超此人比我想的要好伺候，待会你负责开车，路上你们两个多聊聊，搞好关系对你只有好处没坏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连着劳斯莱斯的钥匙一起悄悄塞进周青的口袋里。卡的密码是6个8，里面有10万，待会宴会结束后你带他出去玩玩，出手别小气，注意别耽误明天的工作就行。此时的蒋一涵全然没有精明果断女强人的形象，反而像极了为丈夫百般着想的贤妻良母。周青不缺钱，但也不好拒绝对方的好意，只是这种女人掏钱让男人花天酒地的感觉咋那么怪呢？他嘿嘿一笑，感叹道：还是蒋总了解男人啊，知道我们不容易，总有为了工作需要逢场作戏的时候。不过你放心，我肯定会身在曹营心在汉，逢场作戏也得有个度。蒋一涵眉头一竖，低声威胁道：我是让你请罗超唱歌跳舞拉关系的，不是让你们去那种地方的，敢去那种地方后果自负。我看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这活我干不了。周青说着做事要把银行卡掏出来。我是谁呀？
一个端茶倒水的小助手，万一罗大师和哪位美女聊上瘾了，想带回去促膝长谈怎么办？我还能拦着不成？罗超我不管，反正你不能违约。蒋一涵说完，觉得自己这话没什么威胁性，于是一脸阴沉的比划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森然道：敢违约的话，我就把你那个小情人沉入牧民湖。我们蒋家在东域的实力你应该知道，1-2条人命还是能赔得起的，对吗？这才是自己印象中的蒋一涵。周青心底那点怪异的感觉消失了，淡然一笑，挥挥手无所谓道：想沉你就沉吧，最好再绑上石头，反正那小妞也不配合我，正好眼不见心不烦，只要你能淹死金鱼妞的话。你无耻！蒋一涵傻眼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竟然有人能说出如此狼心狗肺的话来，竟然连同居情人都不在乎吗？不配合他几个怪趣味，就想舍弃吗？蒋一涵突然意识到，他对这个挡箭牌失控了。优秀是假释对平安集团的重要性，恐怕连罗大师自己都不知道。平安集团对战甲的研发投入是个天文数字，所以对第一款成型的产品也抱有极大的期待，不容许等上市了才发现问题，提前就要经过严苛的战场环境模似检验。而且一般的是甲师还不行，必须是经历过战场考验，拥有极其丰富的战甲操控作战经验的高手才行。所以刚从混乱战场回来的战甲师，狼群佣兵团的退役高手，黑金玄甲的调试者罗超罗大师，几乎是平安集团所能想到的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今晚应城最大的豪爵酒店被包场了，不仅如此，甚至根据罗大师的喜好，还特意请来应城当红的一支女子唱跳乐团前来助兴。本来就不缺豪客的豪爵酒店，此刻是权贵如云。应城有头脸的商界人士，即便不给平安集团面子，也得看看蒋家脸色，呼朋唤友前来捧场。盛大的宴会在那辆车牌号为5个9的劳斯莱斯稳稳停靠在酒店门口时，正式拉开了序幕。然而让人目瞪口呆的是，主宾罗大师从车里出来后，身边只簇拥着几位平安高层，而今天宴会的主人蒋一涵却在司机为他拉开车门后，直接上前挽住了司机的手，与其携手走进了宴会厅。这世道变了吗？谁家司机有这么大牌面？迎面那乌压压探照灯似的眼神，让周青很不自然地摸起了鼻子。这里面可以隐藏多少摄像机？恐怕不等明天，头条新闻就是自己的头像了。这种暴露在聚光灯下的感觉让他很不舒服，或许是感觉到了他的不自在，江一涵悄然解释道：忘了跟你说，你回来的消息已经瞒不住了，所以我打算借今晚这个机会宣布我们的婚讯。周青脚下一顿，这么大的事，你一句忘了就敷衍了？怎么让你在万众瞩目下与我这个大美女宣布婚讯还委屈你了？江一涵挑了挑眉头，他很乐意看到周青吃瘪的样子。委屈倒是没有，就是你这太突然了。不是说好待会让我跟罗大师出去找乐子吗？怎么突然又要结婚洞房了？你这也太迫不及待了吧！周青嘴上刚见完，胳膊上就狠狠地挨了一下，熟悉的位置，熟悉的疼痛，估计都被掐青了。敢再胡说，下次就不会这么轻饶你。合着蒋一涵还觉得便宜他了，冷哼一声，撇开周青的手，像只骄傲的白天鹅一样，独自朝不远处几位商界的长辈走去。让人看见他们2个挽手走进宴会厅就行了，还真以为蒋白河喜欢这种异性间恶心人的亲密吗？被抛弃的周青倒是一脸的无所谓，左右一看，自己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坐了下来。不过他显然是躲不了清闲的，与应城第一美女总裁挽手而来的男人，怎么可能不让人好奇？怎么可能不引人注意？几乎他屁股刚沾上椅子，一个矮胖的身影就先人一步，端着2杯香槟走到了面前。周公子，咱们又见面了。不自觉的，谢谦用的是尊称，他的老脸更是笑成一朵璀璨绽放的菊花，递上一杯香槟，顺势坐了一下来，羡慕道：果然是高手，连蒋总这朵应城最美最高贵的鲜花都被你摘到了。这话不像是谢胖子说的。周青扫了他一眼，突然笑了，接过香槟轻抿一口，埋怨道：谢经理好没诚意啊，不是说好去唱歌的吗？怎么跑到这来了？谢谦的表情顿时有些不自然了，但语气却很坦诚。我承认，在公司的时候看见校助理带你去顶楼，就猜到你的身份非同一般，所以想和你交好，趋炎附势是人之常情。周公子应该不会怪我吧？我当然不会怪你。周青晃动着手里的香槟，笑吟吟道：只可怜了我的方队长，你人在这里，谁去酒吧给他结账？和木色的香槟酒在灯光下闪烁着迷人的瑟瑟，明丽的光影交错间显露出一个淡淡的指痕，肉黄色的指痕，像不小心脱掉的皮屑一样，
与香槟的颜色很近，若非错位观察，根本不会发现。对面的谢谦眼神里闪过一丝迷惑，转瞬即逝。周公子放心，酒吧的账我会结的。我来这的目的是想和你谈谈，和我谈谈。你做好功课了吗？周青放下酒杯，反手扣住了对方的手腕，一股暗劲随之涌出。谢谦眼神一闪，本能的想要把手抽出来，却发现像被钉在桌子上一样，根本无法动弹。他的表情顿时变得慌乱起来，言辞近乎哀求道：“周公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回去马上做功课好吗？”“好啊。”周青的手突然一松，谢谦忽的一下子站了起来，刚要抬脚走人，身子又猛地一软，砰，又重重的坐了回去。再一使劲，才发现自己像被镶进了水泥里一样，根本动弹不得。愣了一下，他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再看周青时，眼神像见了鬼一样，惊惧道：“你对我干了什么？”情绪激动之下，甚至都忘记了伪装，发出女人的声音：“听说明宫的人都是禁术高手，莫非千面小姐你是个例外？”周青故作惊讶道：“到了这般时候，伪装成谢谦的千面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了，他的身份已经暴露，可是心底仍旧满满的不甘。你是怎么发现的？貌形神态，言行举止，我哪里漏了破绽？露出破绽的地方太多了。”周青冷然道：“谢谦在你们手上吧，可惜你只掌握了他的背景资料，刻意的模仿了他的言行举止，却没有掌握他的遣词习惯。还有，演艺时代是个会所，不是酒吧，连这点功课都没做好，你师傅鬼手是怎么带徒弟的？”说着，周青站了起来，拍了拍他的脸，叮嘱道：“好好在这待着吧，看看能不能把你的同伴引出来，千万要当好这个诱饵哦。”说完，又当着他的面搓了搓手指，把他脸上带下来的色膏当面搓掉，这才整理一下衣服，端起面前的香槟往宴会厅的中央走去。身后隐藏在厚厚色膏下的千面顿时汗如雨下，他发现自己不仅勾勾手指这样的小动作都做不了，现在甚至连声音都发不出去了，连向同伴示警的机会都没有。另一边，意外捉到明宫千面的周青脸色少有的凝重起来。数月前，平安集团研发出一项名为液压状态下扭曲变形的机甲技术，作为创新向帝都申请专利。这个消息一经上报，立即引起了内阁的关注。等他们呈送的样品经过测试后，五位阁老一致决定要将这项技术秘密封锁，尽可能防止泄露。然而，平安集团以前做的都是民用机甲设计制造，根本不明白这项新技术在军用战甲领域意味着什么。他们在向帝都申请专利的同时，也向海外一些国家报送了资料，想要申请全球专利。帝都方面发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种种迹象表明，这项技术已经引起了敌对势力的注意。开展逆向研究的同时，短时间内大量特工进入英城，文取武夺都有可能发生。内阁得到这个消息后，意识到技术泄露已经在所难免，随即决定利用好平安集团这个诱饵，乘机把英城乃至整个东域的敌方特工都彻底清理一遍。为了不惊动敌人，平安集团上下都被蒙在鼓里，他们的研发工厂已经被秘密封锁，周围几家林场的职员大都被替换成特勤局便衣特勤，甚至连他们发出去的网络信息都要经过层层筛查。别的都好说，关键是特勤局发现明宫鬼手也出现在英城，这个暗网赏额最高的神偷从来没有失过手，甚至连英特兰女王的皇冠在被其标出10亿的天价后也神秘的失踪了。要是在如此周密的布防下还让他得逞的话，大夏内阁的脸都要丢尽了。为了对付鬼手，领导特勤局的徐阁老特意把周青从混乱战场请了回来。老头说得很轻松，研发工厂周围有数百名便衣特勤，外围更有驻守英城的1万卫队，鬼手应该会知难而退的。鬼手唯一的机会就是平安总部大厦内江一涵办公室的那台腾龙型光幕电脑。之前的网络攻击虽然被特勤局技术人员挡住了，但里面备份有液压变形技术资料的消息已经泄露，鬼手应该会从这里入手。在特勤局的安排下，他和助手蓝方成功入职，但守株待兔不是周青的风格，他伪装成图谋不轨的密探，时不时的露点马脚。今天更是把图纸信息也泄露出去了，成功的引起了明宫的注意。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鬼手没有来，却把千面招来了。鬼手千面联合，当然也少不了魅影刺客。明宫4大高手齐聚巨城，显然图谋不小。徐阁老的情报是错误的，明宫的目标肯定不只是窃取技术资料这么简单。那么明宫的目标会是什么呢？周青犹如一个老练的猎手，拿到了千面这只幼崽还不放心，继续在人类的森林中
寻找能够吸引猛兽的诱饵。他首先排除了蒋一涵，这娘们虽然是天文学院毕业的，但学的并非机甲技术，而是经营管理，在技术上是个白痴，又引人注意，要他有啥用？剩下的就是研发部门的人。恰好这场宴会主题是为迎接罗超先生接任平安集团首席是甲师的职务，所以今晚研发厂的人来的非常多，甚至连首席研发师李维扬也来了。此时，这个老头正和蒋一涵他们热切地交谈着。他会是民工的目标吗？或许是感觉到了周青的目光，蒋一涵突然转身向他招了招手：“平安，快来认识几位伯叔。”说着，他过来很自然地挽住周青的手，带着他来到几位老人面前，一脸少女般甜蜜的笑容，道：“李伯，黄二叔，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周平安。”周青脸上丝毫看不出半点被突然袭击的错愕，反而一脸的淡定从容。他微微一笑，道：“李伯，听说集团的新型战甲是由您老领导研发的，我早就想到研发厂看看了，不知道您老有没有时间，想向您请教请教。”说完，又转向旁边一位地中海脑袋，故意挑衅道：“黄二叔，一涵说你喜欢找他打地主，还把他的欢乐豆都赢光了，不才已经攒了700多万欢乐豆，人送外号七须扫豆吧。有空了咱爷俩切磋切磋。嘿，看你小子浓眉大眼的，原来是替一涵报仇来了。”地中海中年眼睛一瞪，吹胡子瞪眼道：“周青几个招呼打完，在场每个人都被他挠到了痒处，原本还带有审视意味的目光，转眼就变得亲切起来。与他挽着手的蒋一涵更是傻眼了，这小子暗地里准备多久了？怎么每个人他都很了解的样子？哼，还说没鬼，要不是为了癞蛤蟆吃天鹅肉，又何必提前做这么多功课？不知道为什么，自觉看穿周青心计的蒋一涵也不那么讨厌他的痴心妄想了。可是下一刻，李维扬的一席话瞬间把蒋一涵惊出一身冷汗。平安啊，按说这公司也有你一份，既然回来了，就不能再让一涵一个人扛着了。也别问我有没有时间，明早你就去我那报道，以后我手把手教你机甲技术，好好干，敢偷懒看我怎么收拾你。周青笑了，若有深意地看着蒋一涵，知道把他看得面红耳赤，这才转向李维扬道：“跟李伯学技术当然没问题，但平安集团已经和周家无关了，这点我必须做出声明。”蒋一涵的心扑通一声，狠狠地颤了一下。原来他早就知道了，平安集团的平安二字指的就是他周平安。李维扬不知内情，所以有些意外。平安，你这话怎么说的？周青淡淡一笑，道：“平安机械厂虽然是蒋周两家老爷子当年为我和一涵准备的一份婚产，不计入任何家族，只托管在蒋氏旗下。但我们周家的情况，相信李伯你也有所耳闻。连最落魄的时候，我父母都没打过这个厂子的主意，更别提现在了。”说到这，他见周围聚拢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为了让更多的人做个见识，他提高了音量。这些年，平安机械厂发展成为平安集团，全是蒋一涵和在场诸位用心血换来的。我周平安没有半点功劳，当然也不敢有半点染指之心，所以我在此郑重声明，周平安所拥有的平安股权全部无条件赠与蒋一涵女士，平安集团及其附属产业从此与我周平安无任何关联。以上声明即刻生效。一席话掷地有声，瞬间震撼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许久，啪啪啪啪，掌声由疏到密，最后变得如雨点般响彻整个宴会厅。此时，就算不明所以的人，在打听清楚后，也终于明白，周青做出的这个承诺，意味着放弃了数十亿的财产。所有人都为周青的气概震惊，所有人都为蒋一涵的福气赞叹，唯独蒋一涵自己却羞愧难当，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当年两家老爷子为了保证机械厂的控制权，特意把两人名下超过一边的股份设计成不可稀释的原始股权。如今20多年过去了，即使经过好几轮的市股融资，平安集团还有近30%的股权记在周平安的名下，甚至比他蒋一涵的还要多，是当之无愧的大股东。这件事一直都是蒋一涵的心病。得知周青回来，他就开始担心，可是等了那么长时间，一直没见他来找自己谈股权的事情。蒋一涵心底不免存有侥幸，或许时间太久，周家早就忘了吧。待两人见面后，周青还是没提起来，他就更确认了自己的猜测，周青肯定是不知情的，否则这30%的股权如今价值20多亿，没有人会无动于衷，更何况一月薪只有4000的小保安。即便如此，蒋一涵也在积极准备着，他一边防着被周青知道，保安室那边阻止笑漫，就是怕这个小姑娘说漏嘴。另一方面，他急着宣布婚讯，也是为了套牢周青名下的股权。
两人只要结了婚，他有的是机会把股权换个名义要过来。极端情况下，还可以拿出周青和别的女人同居的证据，随时让他净身出户。可是没等他的奸计得逞，周青突然自己宣布放弃股权了。原来他早就知道，只是没和自己计较。他宁愿做一名月薪4000的小保安，也不贪图几十亿的财产。越是发现周青的慷慨豁达，蒋一涵就越觉得自己的小心计阴暗丑陋。他陷入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情绪怪圈中无法自拔。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自己的想法，小曼是知道的。别看小姑娘这回看起来很替自己开心的样子，心里肯定在鄙视她的蒋总吧。还有李博，他是机械厂的老人，是经历过2位老爷子时代的人物，现在当众把股权的事情揭露出来，肯定是已经发觉我的卑鄙想法了。周青还不知道他心里现在竟然有这么多的念头，否则肯定不会错过这个逗弄他的机会。其实当众宣布放弃价值几十亿的股权，周青的情绪没有半点波澜，不过是慷他人之慨罢了。毕竟平安发展到今天，他全程都没有任何参与，价格并非是他亲手创造的，舍弃掉当然也不会有心疼的感觉。更何况他也看不上这点钱。周青表现得越是淡然平静，对面的李维扬就越是激动兴奋。老头拉着他的手，就像拉着失散多年高中状元突然出现在面前的亲孙子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哽咽道：好孩子，明大义，没给老周家丢脸。你放心，我就算折了这条老命，也要把你教成最优秀的机甲设计师，让老周家重现当年的光辉，让全英城，不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周铁甲后继有人。周铁甲，周青眼神骤然一凝，刚才舍掉几十亿资产都波澜不兴的情绪，突然剧烈的悸动起来。周铁甲，好久违的名号啊！英城北郊牧民湖畔，圈地100亩的城首府，从来都高朋满堂，一副如日中天的景象。然而今天的气氛却很异常，城守大人早早的闭门谢客，家人们也都被勒令待在各自房中，不准出来。城首府后的花园中，36个黑斗篷如石像般散立其中，浓烈的煞气弥漫开来，周围蚊虫不兴，夜鸟不鸣，好似大敌将至一般。凉亭内，赵远峰手捧清茶，目光闪烁，那是个误会。误会？他对面的赵子怡冷笑一声，立即站了起来。既然如此，我让黑卫撤掉吧。赵远峰手一抖，茶水洒了出来。他顾不上收拾，赶紧道：“小姑，你听我解释。”跟我解释有什么用？赵子怡讥笑道：“要你命的是狼群狼手，既然是个误会，你何不直接跟他解释？”赵远峰知道瞒不住了，苦笑道：“那件事的确与我有些牵连，但绝非是我主使的，我也是不知情的。”刚说到这，见对面的赵子怡眼中寒意弥漫，当时打了个激灵，连忙又补充道：“我至多是个袖手旁观的罪名。”好一个袖手旁观！赵子怡怒极反笑：“那辆无牌泥头车是谁放行的？又是谁设的路障，拖延了救护车抵达的时间？真以为自己做的事情无人知晓吗？”赵运峰脸色瞬间大变，刚才在前院喝的酒，顿时化作冷汗冒了出来。知道徐阁老请他回来的条件是什么吗？就是把查到的参与者名单交给他。赵远峰先生，你很荣幸的上榜了呀！赵子怡的笑容森然无比。赵远峰如筛糠一般，全身剧烈的颤抖起来。他心底再不敢有半点侥幸，扑通一下子跪在地上，哀求道：“小侄知道错了，求姑姑，求家主救命啊！”赵子怡瞪着他，眼神里怒恨交织，怒其不争。身为赵家子弟，为点蝇头小利就给人做帮凶，害死人家夫妻性命，恨其无能，斩草不除根。如今势必会把应城赵家满门牵扯其中，不死不休。可是唇亡齿寒，再怎么怨恨，他毕竟是自己的血脉亲人。见赵远峰一把年纪，又是应城之首，此刻扑倒在自己脚下，凄厉哀求的惨状，赵子怡犹豫了许久，终于心有不忍，长叹一声道：“我虽然和他有些渊源，但这是灭门之仇，我的面子再大，也至多只能保你香火不绝，是选择无极，还是你那个私生子，自己决定吧。”赵远峰老泪一抹，抬起头毫不犹豫道：“你把无敌带去帝都吧。”无敌？赵子怡愣住了，没想到他竟然选择了私生子，转而皱起了眉头。那无极呢？你打算拉他一起死吗？无极已经长大成人了，这些年跟铁盟的人走得很近，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是无敌只有7岁，真到了那个时候，他是连一点机会都没有啊！赵远峰说完，整个人瞬间老了10几岁。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便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也总有舐犊情深的时候。做出这样的取舍，又岂是容易的？其实
在赵子怡来应城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家主的命令，要他立即舍弃赵远峰，以免他招来的大祸殃及帝都赵氏全族。可是作为一个女人，见他死到临头，还想着如何保全自己的孩子，赵子怡心底的柔软被触碰到了，再次长叹一声，道：“你现在找蒋家拉关系已经晚了，弥补的意图太明显。以我对他的了解，只会适得其反。去城南百花堂吧，那里有个女人做的蛋糕很好吃，或许能给你带来一线生机。”赵元丰眼中金光一闪，急切道：“那女人是谁？”一个当年差点害死周青的人。城守大人送走赵子怡的时候，豪爵酒店的宴会也迎来了高潮。可惜主宾罗大师的状态不佳，很容易就被灌醉了。此刻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头都抬不起来了，一滩烂泥的样子。这让周青很失望。本来还想打着招待罗大师的名头，公款花花呢，现在款子下来了，可借口没了。蒋一涵倒是没喝多少酒，不过这娘们突然扭扭捏捏的，好几次看过来都欲言又止，不禁让人怀疑她是否有难言之隐。莫非亲戚来了，让自己给他打掩护？海外有过类似经历的周青不动声色地走到他的跟前，眼睛往下瞟了又瞟，小声道：“要不去洗手间处理一下？”蒋一涵莫名其妙，待发现他眼神不对，俏脸一红，下意识地看了看，发现没有，立即怒道：“无聊，无耻！”骂完，昂头转身，恢复成一只高傲的白天鹅飞走了。周青尴尬了，原来是个误会。那你扭捏个啥？不过很快，他的心思就不在这上面了。谢谦不见了，就刚才瞟瞟眼的功夫，椅子上的人消失了。但他并不着急，反而抿了口酒，脸上露出老狐狸一样的笑容。他对自己的禁术手法有信心，前面肯定不是自己解开禁制逃走的，他有同伙咬钩了，能在自己眼皮底下把人偷走，也只能是鬼手亲自动手。可是带着个行动不便的千面，你怎么脱身呢？周青的些好奇，于是摸了摸衣领，随即几个打扮成服务生的特勤悄无声息地离开宴会厅，迅速追了出去。周青，蒋总提前走了，让你明天7点赶到研发厂去见他。正在这个时候，肖曼突然走过来交代道：“小姑娘整晚都不好意思面对周青，此刻脸上还多少有点惭愧，再加上喝了酒，眼神波光萦绕，不知情的还以为他在放电呢。”周青皱起了眉头：“7点，研发厂离市区几十公里呢，蒋一涵那娘们该不会故意整他吧？”见他面露愠色，肖曼还当他生气蒋总没有宣布婚讯，中途撇下他一个人走了，于是解释道：“刚才蒋先生的秘书来了，意思是蒋总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周青才不在乎呢，他打定主意明天睡到几天是几点，7点赶到研发厂，见鬼去吧。可是校助理当面，他又忍不住打趣道：“校助理啊，我记得咱俩今天的架还没吵完呢。”肖曼最怕他提这事，之前以为周青不负责任，好一通臭骂，现在知道他连股权都免费送给蒋总了，白天那顿骂显然是冤枉人了，就是重提，顿时闹了个大红脸，嗔羞地瞪了他一眼，扭头跑了。逗完小姑娘，周青才放下酒杯，往酒店外面走去。他想看看鬼手到哪了。刚走到门口，他猛然意识到什么，转身一看，果然沙发上躺着的罗大师也突然不见了。这鬼手还是偷人专家吗？周青眼神一闪，走到刚才罗大师坐的位置，四下看了看，目光很快就锁定了一个穿着制服的女服务员。这时，对方端着盘子正准备到旁边的操作间去，果断将其拦住。沙发上的人呢？你是说罗先生啊？他的助手带他走了。女服务员眨了眨眼睛。助手？周青冷笑道：“你确定不是鬼手？狼手大人真会说笑。”女服务员说着，很淡定地把藏在盘子下的炸弹扔了出来。周青怒喝一声，没管炸弹，直接伸手抓人。正在这时，宴会厅的灯“嗡”的一声，一下子全灭了。周青眼前一黑，但手上的动作保持不变，探出的手明显感觉到一抹酥软，也顾不上怜香惜玉，直接猛一用力，痛呼声传来。刚要将其扯过来，面前红光乍现，他心神一凛，意识到对方早就存了同归于尽的死志。刚刚被拦住的时候，就已经拉开了炸弹的引信，丢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延时。周青果断改拉为推，推倒女服务员的同时，用力拉，将其挡在自己前面。轰！炸弹距离他不到2米的位置爆炸了，滚烫的热浪如同一辆重型卡车从他身上呼啸而过，撕碎了他的衣服，扯开了他的皮肉，碾压着他全身骨头都痛苦呻吟起来。周青闷哼一声，鲜血喷涌而出。豪爵酒店外，一辆加长的商务车停在路边人行道上，
这个位置当然不允许停车，但当一辆交通执法车路过的时候，只是稍稍停了一下，或许是看清了车牌，立即就选择了无视，踩一脚油门走了。蒋一涵一上车，就看见父母都在里面等着自己，他有些意外，怎么大半夜从东州跑过来了？这么大酒气，你是喝了多少酒？夏一平说着就要给女儿递水，被丈夫蒋开山瞪了一眼，才想起自己两口子半夜来着的目的，讪讪的放下水，默默的端坐回去。要是不来应承，怕是都不知道我女儿要结婚了。蒋开山冷声道：“这位组长蒋氏数百亿资产，属下员工数万的大佬，随口而出一句气话，都带着泰山临顶般的威压。”车子外面的保镖不自觉地走远了点。蒋一涵脸色变了变，依旧镇定道：“我这未婚夫不是爷爷指定的吗？你爷爷都去世10多年了，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你都不懂吗？”蒋开山愠恼道：“老爷子胡闹，怎么你也跟着胡闹？爸，你什么意思？”蒋一涵的身子一下子挺直了。你们我等周平安已经很多年了，不同意为什么不早说？你以为我不知道那是方便你胡闹的借口吗？蒋开山的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痛惜。蒋一涵讶然一惊，他以为自己的秘密藏得很深，原来父母早就知道了，只是顾及他的面子，没有揭穿罢了。想到自己和叶子的种种荒唐可能被看见了，他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里。夏一平见状，扯了扯丈夫的袖子，示意他不要再揭女儿的短。蒋开山叹息一声，岔开话题道：“花点钱把姓周的打发了吧，180万都行，也不能让人说我们蒋家不顾老辈人的情谊。”我不同意。蒋一涵顿时顾不上害羞了，直接拒绝道：“我的婚姻由我自己做主，你以前胡闹也就算了，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绝不允许你任性。”蒋开山一拍桌子，也挺直了身板，转而意识到自己的情绪不对，自己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制造矛盾的，随即又主动缓和了语气：“爸爸，这也是为你好，打发掉姓周的，后面有一门好亲事等着你。那个的江阁老知道吧？他的嫡亲孙子就要回来了。”旁边的夏一平忍不住了，迫不及待道：“按照元首定下的规矩，贵族之间是不允许相互婚配的。江阁老的嫡孙一直都在海外，听说这次回来行程上的第一步就是咱们东域。好闺女，这是你的机会呀！”蒋开山瞪了妻子一眼，嫌他表现得太热切，好像蒋家就得巴结贵族一样，转而矜持道：“什么出身不重要，关键是这位江公子没有贵族公子哥的毛病，听说是个赶上混乱战场，并且一待就是好几年的汉子，有血性。再说我们蒋家也不差，东域数得着的名门望族。放心吧，你是我蒋开山的女儿，将来以后嫁过去了，江公子也不敢把你看低了。”蒋一涵的脸一下子白了，他以为自己不参与家族生意，只要管好自己这个小摊，就能离政治婚姻远一点，没想到即便躲到了应城来，也避免不了成为家族利益的牺牲品。什么不看重出身？那姓江的要不是贵族，要不是阁老的嫡孙，能被夸成一朵花吗？周亲还是爷爷亲自指定的未婚夫呢，怎么不见他们这般热切？对不起，我是平安集团的总裁，不是二叔三叔那些指着你吃饭的属下，也没有大哥那种逆来顺受的耐性。跟周青结婚是我自己的决定，你们同不同意都没关系。那个什么江公子，谁家嫁谁嫁去，反正我不去。蒋一涵倔强道。蒋开山显然早猜到他会有这种反应，所以脸上的表情没有多少变化，但语气却森然道：“不经我同意，就算你蒋大总裁敢嫁，周家那小子他敢娶吗？拿身家性命威胁，这显然是蒋家遗传。区别是蒋一涵说说罢了，没有实质意义。但蒋开山却真有可能干得出来。”被逼急的蒋一涵也干脆翻出了自己的底牌：“爸，你再逼我，信不信我跟叶子到海外领证去？”果然，蒋开山被这对王炸给打懵了。他能威胁一个小保安，还敢威胁帝都叶家吗？要知道叶家同样也有阁老。老蒋，夏一平白了丈夫一眼，给他一个台阶下，跟闺女好好说。能好好说吗？蒋开山显然被气得不轻，脸都变成黑的了。你看你把这丫头惯的，刚说她2句，就敢拿这个威胁我，这是一个姑娘家说的话吗？要么让我跟周青结婚，要么我跟叶子领证，你们看着办。蒋一涵掌握了主动，反而淡定许多。好好说话。夏一平瞪了女儿一眼，转而递了瓶水，坐在旁边拉着她的手道：“好闺女，你是不是被周家那小子舍弃股权的行为这给迷住了？宴会上有父亲的眼线，这么大的事，他们肯定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蒋一涵有些心虚的点了点头。夏一平叹了口气，苦口婆心的劝道：“你有没有想过，万一这是周家那小子使的招数呢？以退为进，把你迷住了，以后还不什么都听他的？好闺女，咱们女人可以入错行，
千万不能嫁错郎啊！我看姓周那小子最多算是识趣。蒋开山在旁边冷笑道：“知道平安的股权，他放不放手都一样，自己主动点，倒免得等我动手的时候，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你看看这人多精啊！幸亏你爸也不傻，识破了他的小手段。”夏一平一脸心有余悸的样子，转而又期待道：“蒋公子就不会这样，人家出身比咱高多了，犯不着用这种小手段。你将来要是能嫁过去，保证一辈子享受贵族的荣华富贵不说，咱们整个蒋家都能跟着你沾光。好闺女，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老两口轮番上阵，把蒋一涵说的心都碎了。父母表面说的冠冕堂皇，其实就是嫌贫爱富。嫁给江阁老的嫡孙，整个家族跟着沾光；嫁给周青这个破落户，与他们半点好处都没有。否则同样是陌生人，凭什么听说江公子回国会途经东域，就急急慌慌的要把自己打扮好送上门呢？好在蒋一涵自有独立，又久经商场，早已经拥有了自主判断的能力，所以他虽然满脸怆然，却依旧坚定道：“我的平安集团还很年轻，未来成就无可限量。蒋家以后要真碰到了困境，我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但我的婚姻我做主。道理讲不通了是吧？”蒋开山勃然大怒，冷眼看着女儿，见她摇了摇头，随即降下车窗，对外面等着的秘书吩咐道：“给老人打电话吧。”蒋一涵脸色一变：“爸，你要干什么？”任言是父亲最依重的管家，同时也掌握了许多见不得光的手段，目的不是很明显吗？更巧合的是，外面的秘书刚打通电话说了2句，不远处的豪爵酒店就突然一声巨响，惨叫声透过被气浪击碎的窗户轰然传来。炸弹！蒋一涵只觉得自己好像也中弹了一样，脑袋嗡的一声，意识一片空白。许久之后，他才缓过神来，看着面前的父亲，一脸难以置信：“你怎么可以这样做？”说完，泪水盈眶而出，转身推开车门，不顾一切地朝余波未平的酒店跑去。夏一平也被吓得不轻，待女儿下车后，她猛然扭头，直直地盯着丈夫：“老蒋，你……”蒋开山张了张嘴，有苦说不出，吐了口血。周青才觉得自己重新活了过来，推开前面挡着的已经化作一团烂肉的女服务员尸体，他扶着自己昏沉沉的脑袋，慢慢爬了起来。周围一片漆黑，惨叫声不绝于耳。凭着先前的记忆，周青摸索着推开那扇已经破烂不堪的房门，走进了旁边的操作间。全身没有一处不疼，有些部位明显的还在流血，可是他的眼神却格外明亮，在黑暗中迸发出浓浓的杀气。明公和他的仇结大发了。虽然满腔怒火，周青并没有丧失理智。若非自己拦住，那个女服务员是打算进这个房间的，显然这是他们的退路。借着应急灯微弱的亮光，他找到了通往地下的台阶，随手从货架上拿了把餐刀，一瘸一拐地走下去，来到了地下停车场。不远处隐约能听见汽车发动机待机时的嗡鸣声，探头瞟了一眼，打着火的汽车旁有一具尸体，是酒店服务生的装扮，正是他派出去的几个特勤中的一员。看来判断是正确的。周青站在楼梯口，简单处理一下身上的伤，然后深吸口气，转身疾步走了出去。刻意发出的脚步声引起了司机的注意，发现不是自己等的人，司机猛然一惊，转而开动车子，油门一脚踩到底，打了方向撞了过来。只有司机，没有枪手。周青冷然一笑，手里的餐刀甩了出去，噌，餐刀刺穿前挡风玻璃，去势未减，又深深地插进了司机的额头。失控的车子撞到旁边的柱子才停了下来。周青走了上去，一把撕开车门，翻看一下司机的容貌，不认识，小杂鱼，随手推到一边。这时后座上被胶带封住嘴，身上捆得结结实实的罗大师奋力挣扎起来，终于见到救星了。他急不可待地想让救命，可惜周青没搭理他，摸了摸司机的口袋，从里面掏出一部正在震动的手机，看了下号码，未知来电。再抬头看看车内装饰，果然在后视镜上发现一颗米粒大的摄像头。周青朝摄像头森然一笑，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先是一阵风声，然后听见一个男人厚重的喘息声：“狼首大人，这个惊喜你还满意吗？”周青冷冷一笑道：“刺客，天台上的风很大吧？”对方沉默了一会，苦恼道：“果然是个陷阱啊！我说怎么会碰见这么不小心的暗探呢？既然如此，咱们不如做个交易吧。”“好啊。”周青淡然道：“你们4个束手就擒，我赏你们一个痛快的。”“嘿嘿，狼首真幽默。其实我们还有一张王牌。”那头的刺客已经知道自己置身陷阱了，却依然得意道：“
难道你就不奇怪魅影去哪了吗？随便他抓了谁，你们都得死。周青不为所动的样子，伸手把摄像头摘下来，摁进司机脑袋上的窟窿里。见他要挂断电话，刺客终于急了：苏巧云，苏巧云，你记得吧？周青脸色一变，这个女人何止记得，简直永生难忘。毕竟谁没个初恋呢？不过稍稍一愣，他就冷漠道：你们拿她来威胁我，难道不知道我跟那个贱人有仇吗？行吧，咱们做个交易，随便你们谁把她带到我面前，让我亲手杀掉，我就给谁留个全尸，你看怎么样？平安。电话里突然插进来一个伤心欲绝的呼唤，周青立即挂断了电话，镇定自若的神情不复存在，豆大的汗水从额头上滚落，他的双手颤抖着，下意识的想抓住点东西，却发现徒劳无功。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让自己保持冷静。他听出来了，那是苏巧云的声音。当年那个帝都来的女孩，如今还在英城，并且落到了魅影手上。她是周青的初恋，却又远不止初恋这么简单。10年前，周青读高3，父母刚刚去世，又突然接到女朋友苏巧云的电话，严城被恶少秦强挟持进了酒店的房间内，让周青赶紧去救她。周青连忙赶到酒店，却发现苏巧云不在，又通了电话，才知道这是他在朋友的怂恿下设计的一个恶作剧，目的是为了考验自己对他是否真心。可是当周青准备离开酒店的时候，正好撞见秦强和他那群恶少朋友驾着女同桌王静瑶从电梯里出来。两人本来就有旧怨，如今又见他欺负同桌，更是格外愤怒。一番激斗过后，他救下了王静瑶，却把秦强打成了植物人。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为了英城黑白两道都要追杀的目标，迫不得已只好偷渡逃往海外，又被挟裹去了混乱战场。虽然这一切的起点皆源于苏巧云的恶作剧，说差点被他害死也没错，但周青从来没有怨恨过这个女孩。毕竟在父母皆亡的那几天里，是他陪自己走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面对刺客的要挟，他知道这段通话肯定有别人在听，故意装作旧恨难忘、冷血无情的样子，目的是为了降低魅影对那个无辜女孩的重视。却没想到苏巧云的那声呼唤让他前功尽弃。砰！周青满腹的愤懑无从发泄，只能挥拳在车身上重重的砸了一下。从一开始他就错了，明公的目标不是别人，4大高手齐聚英城，为的就是他这位狼群之首。判断错误，如今陷入被动。稍等了一会，周青转身打开后排的车门，把罗超拽了出来。罗大师此刻形象全毁，被拽出来的时候还满心的激动，以为自己终于得救了。抬头一看周青那闪烁着冷厉光芒的眼神，他心神一颤，瞬间感觉自己变成了怒狼嘴边的羔羊，差点就尿了。好像车上还更安全点。周青还不知道自己此刻的表情有多吓人。他翻了翻罗超的口袋，掏出一部精致的手机，3两下破解掉开屏密码，然后拨通了蓝方的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你谁呀？刺客抓到没？周青直接问道。周青啊！电话那头的蓝方顿时开心起来，大笑道：哈哈，你说的不错，这是条大鱼。我用你给我的那部手机，全程观看了他进来的整个过程，把他带回家去。周青打断了蓝方的哑巴，冷声吩咐道：情报错的离谱，他现在可以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哟，这不合规矩呢。蓝方说着，突然小声道：周青，我听见刺客威胁你了，可是特勤局的同事们现在正准备把他带到局里去呢，我怎么下手？谁拦你就开枪。周青此刻心情很差，我只要结果。明白。蓝方难得的认真起来。刚挂断电话，死鬼司机的手机又震动起来。周青犹豫了一会，强忍着没有接通。他已经猜到是魅影打来的，可是他必须要装作不关心苏巧云死活的样子，只有这样才能降低他的重要性，他存活的希望才能更大些。否则民工的手段，知道苏巧云是自己在乎的人，有的是办法让他生不如死。好在刺客让自己手上多了一张牌，把震动的手机一扔，周青脸上的表情不再那么狰狞，转而扯断罗超身上的绳索，冷声道：我不管你以前是什么人，来平安集团的目的是什么，从现在起你听我指挥，明白吗？罗大师连连点头，丝毫不带犹豫的。周青随即坐上了车子的后排，一边包扎伤口，一边吩咐道：开车去天龙花园。罗大师赶紧坐上驾驶位，把车慢慢倒出来，稳稳地驶出豪爵酒店地下停车场。直到上了大路，他才猛然意识到什么，想要开口，才发现自己只顾着紧张害怕了，连嘴上的胶带都忘了接。去掉胶带，他扭头小心翼翼道：周公子，我不认识路啊。天龙花园，周青和蓝方合租楼下，
尚未熄火的车子停在树荫下，潜伏在黑暗中。已经包扎好伤口的周青静静地坐在后排座位上，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车窗。明宫是个赏金猎人联盟，4大高手齐聚英城对付自己，这让周青的第一怀疑对象就是把他请回来的徐阁老。蓝方是徐阁老派给他的助手，当然也不能排除嫌疑，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看似无理的要求，目的是为了检验金鱼妞的成色。在车上默默地等了一会，罗大师的身影终于出现了。这家伙很聪明的选择了路灯照不到的地方，一路鬼鬼祟祟的回到车上，似乎太过紧张，连声音都有些变了。确认过了，401屋里没人。周青敲窗的手指一致，皱起了眉头。不过隔壁402，我听见有人说话，是个女的。这个大喘气。周青瞪了他一眼，转身打开车门走了出去。401是蓝方的房间，402是他的房间，蓝方2个房间的钥匙都有。上楼敲了敲402的房门，开门的蓝方脸怪异的表情，朝他眨了眨眼睛，压着嗓门道：“你猜谁来了？”周青皱了皱眉：“别生气嘛，你就猜一下嘛。”蓝方堵住门不让他进去，大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猜对有大奖哦！”全鱼妞虽然不务正业，但也没有耽误过事，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来是好事，而且是天大的好事。周青估摸着这是来强援了，于是道：“该不会是赵子怡吧？”当当当，答错了。蓝方终于让开了房门，一副看好戏的样子，后果很严重哦。周青愣了一下，推门而去，穿过玄关，一转身，一个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人出现在视线里。苏巧云，这个女人的容颜一直未变，高挑的身材白皙如雪，乌黑的长发随意散落在肩膀上，恍然间如谪仙临凡一般。此刻她站在客厅内，一副紧张的样子，猛然看见周青，眼神一亮，下意识的要走过来，又猛然想到了什么，粉嫩的俏脸瞬间变得像纸一样白。你没事？周青惊讶道。苏巧云点了点头，眼眶一红，泫然欲涕。周青顿时尴尬了，对不起，我是怕魅影伤害你，才在电话里那样说的。我知道。苏巧云低着头，潸然泪下。其实你没说错，我当初差点害死你，你恨我，想让我死都是应该，我不用解释的。这是不用解释的样子吗？周青正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的时候，恰好看见罗超进来了，当即找了个由头对道：“你上来干嘛？不是让你车里等着吗？”这有吗？罗大师懵了，不记得有这交代呀？没有吗？周青脸色一沉，那就是有吧。刚刚爬上楼的罗大师连气都没喘均，连忙灰溜溜的又下去了。旁边的蓝方愣住了，大眼睛眨巴眨巴道：“刚才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好像看见公司来的是假大师了。”那就是幻觉。周青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要不是他使坏，哪会让自己这么难堪呢？借罗大师的冤大头用了用，周青终于避免了尴尬，躲开苏巧云那幽怨的眼神，在屋里巡视一圈后问道：“刺客呢？我有些问题要问他。”被瞪了一眼的蓝方果断给周青上眼药道：“你只想着你的赵子怡是高手，恐怕没想到人家巧云姐也不差吧？”说着推开旁边卧室的门，指了指里面躺着的2个人：“喏，人家把魅影也给你带来了，有什么话你就问吧。”周青这下真的震惊了，以为苏巧云能逃过一劫就很不错了，没想到还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惊喜。凝神一看，屋里2个昏迷的人，除了刺客，不正是民工魅影吗？鬼手的3个弟子这下全都栽了。周青无法再躲着苏巧云了，意外道：“你什么时候开始修行禁术了？”苏巧云委屈巴巴道：“我没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是觉醒者，你都没发现我体育课成绩一直很好吗？体育成绩好的女生多了，这让谁能想到是觉醒了超能力呢？”好在周青识趣，没跟女人讲道理，否则肯定又得罪加一等，赶紧岔开话题，指着地上的2个人问蓝方：“审过没有？”蓝方淡然道：“刺客什么都不肯说，不过巧云姐有发现。”周青突然很想在他脸上掐一把了，好在苏巧云没给他难堪，解释道：“魅影交代，他师傅鬼手的目标本来是为了盗取平安集团的技术资料和样品，10几天前才突然改变主意要刺杀你，为此把民工的一些高手请来助阵，还把你的各项资料都查了个底朝天。”说着，苏巧云的眼神又哀怨起来：“他们以为我对你很重要，却没想到我是个差点害死你的人。你最恨的人应该也是我了。事多不养，债多不愁。既然无法洗白了，周青干脆就不洗了。”他无视掉苏巧云后面的怨念，皱着眉头道：“连我都不知道你现在哪里，民工却能找到你，估计是动用了官方力量。”说完，他猛然意识到了什么，眼中寒光一闪。
转而又一脸平静道：“让鬼手改变计划的人可以先放一旁，先把鬼手这个老狐狸抓到再说。他带着行动不便的千面，想脱身也不容易。”蓝方，豪爵酒店那边有什么发现吗？他给蓝方的手机是一个通讯和监控中枢，外面所有的情况都会汇聚过去，暂时还没有任何发现。金鱼妞摇了摇头，掏出一个光幕平板，连接上手机，打开里面的视频文件，播放出来。调查酒店附近的监控，发现事发时间内进出酒店的人只有蒋一涵和他爸蒋开山的秘书。蒋总是你未婚妻，应该不用怀疑吧？苏巧云的脸色一变，耳朵一下子竖了起来，被周青瞪了一下。金鱼妞终于不再作妖，继续道：“同样在你发现千面失踪、派出特勤和爆炸发生的时间内，酒店附近共计有17辆路过的车，而且都没有进入酒店，只是正常通行，应该也可以排除嫌疑。所以我有想，鬼手会不会一直躲在酒店里没出来呢？”周青摇了摇头，仔细观察平板展示出来的光幕视频，道：“鬼手的性格你没有仔细研究，这人格非常谨慎，从来都是一击即中，然后远离现场，从不回头，也从不滞留，所以他肯定不会还留在酒店内。”说完，他扳着手指计算了一下时间，然后指着视频上让交通执法车道：“这辆车在酒店外的马路上停了一下，这个时间如果鬼手就在旁边的话，足够他带着千面上车了。你马上让外勤去现场看看这辆车停的位置有没有下水道井盖什么的。”蓝方立即打电话通知下去，完了才转身质疑道：“不应该吧？我看这辆执法车明显是因为旁边有违章才停下的，你看看这辆车都停到人行道上了。东 A 88888，咦，这是你老丈人的车啊？难怪连执法队都不敢管，看一眼又走了，连老丈人都出来了。”这下苏巧云终于忍不住了，急忙凑过来仔细观看视频。周青又瞪了蓝方一眼，金鱼妞一点都不怯，转身抱住苏巧云的胳膊，背后朝他扮鬼脸示威：“嗨嗨，我只是觉得这辆执法车出现的时机太巧了。”周青干咳道。说完没多久，那部中枢手机就响了。蓝方接通听了一会，脸色突然变了，查过了，那个位置的确有个下水道井盖，看看那辆执法车现在什么位置。周青倒是一脸的平静，都过去这么久了，10个鬼手都逃脱了，这个老狐狸果然不好对付，难怪差点把他炸死。蓝方神情凝重，关掉光幕视频，在平板上熟练的操作起来。没多大一会，就有了结果。演艺时代会所，现在那辆执法车就停在会所里面。方文明现在很焦虑，带着老乡们在会所内潇洒一圈下来，花了小近万，直到结账的时候才发现，只报谢谦的名字没用，还得打电话跟钻石会员确认过才算数。关键是现在谢经理联系不上了。方文明急得满头大汗，顶着会所前台那鄙夷的眼神，近乎哀求道：“你能不能再打一遍？先生，要不你们派个人回去拿钱吧。”前台女服务员扣掉电话，眼神一斜，立即就有几个高大魁梧的壮汉围了上来，把方文明和他的老乡们团团围住。这架势，连吃霸王餐的可能都不存在了。方文明的脸一红，左右看了看，几个刚才恨不得叫他爹的老乡，此刻眼神都躲躲闪闪的。大家都是一个地方出来打工干保安的，一个月才多少钱？眼下就是让凑也凑不出来啊！而且提前不是你方文明说的有大佬买单吗？这些人的反应让方文明伤透了心，他无奈叹息一声，道：“算了，我回去拿钱吧。决定了，这是最后一次带这些狼心狗肺的家伙们出来玩，以后谁 TM 也别想沾老子的光。”刚要走，却就被几个老乡给拽住了，显然是怕他跑了就不回来了。哥，要不你给嫂子打个电话吧？卧槽！方文明彻底怒了，你 TM 出来嫖，敢让老婆付账吗？不料他刚吼完，一个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绝美女人走了进来，旁若无人般径直来到前台，递上一张限量牌黑金银行卡，淡然道：“给我先生准备一套你们这最好的服务。”方文明懵了，在场所有人都傻了，还真有这好事？还是自惭形秽的前台女服务员先醒过神来，脸红红道：“小姐，我们这里是……”在他看来，这位谪仙般的美女肯定是把演艺时代误认为普通的洗浴会所了。可即便是个误会，也让在场所有男人都羡慕的直流口水。看看人家这媳妇，到了会所直接就给丈夫捡最好的上，而且出手就是黑金卡，贼 TM 大方。可是更让他们震惊的还在后面。绝美女人见前台一脸为难的样子，黛眉轻拧道：“听说你们这最好的服务项目是皇帝回宫，对吧？就先安排这个吧。”众人再次大滴眼睛，这显然不是误会，连服务项目都清清楚楚，显然知道演艺时代是干什么的。
人家就是冲着来的，还没弄好吗？一个略显不满的声音从外面传来。绝美的女人闻言脸色一急，纤细的手指敲了敲前台，催促道：“麻烦你们快点好吗？”好吧。女前台这下服了，转而打起12分的精神，连操作通讯器的手指都是抖的。能够颐指气使这么漂亮的女人，到这种地方给自己付账的男人，该不会是元首大人来了吧？可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随后外面走进来的却是一个穿着破烂不堪的西装，有些灰头土脸的年轻人。走进来一看见众人，年轻人愣了一下，随即背着手就往会所后面走去。弄好你再过来吧。轻飘飘的一句话，付账的绝美女人又急了，卡先放着，我先陪先生进去可以吧？连这你都要在旁边伺候吗？女前台把通讯器一摔，彻底怒了。她已经忍很久了，见过把老公捧到天上去的女人，可从来没见过委曲求全到这般地步的。谁料人家绝美女人根本没搭理她，急匆匆地追丈夫去了。这一幕更让在场所有男人恨不得把自己的眼睛抠扔掉算了，这还让其他男人怎么活啊？还有没有天理了？方文明傻了半天，才缓过劲来，下意识地咽了下口水，喃喃道：“肯定是我看错了，怎么可能像周青呢？”会所后院，周青看着追上来，很自然就挽住他胳膊的苏巧云，一脸的无奈：“这种地方你跟来干嘛？我来尝尝见识总行了吧？”苏巧云撇了撇嘴，转而一脸好奇地打量着院子里的布置。像这种地方，自然少不了许多暗示性的造型。苏巧云刚开始还很淡定，待发现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真正的寓意后，顿时俏脸一红。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多，她终于恍然大悟，花样这么多，难怪你们男人都喜欢到这种地方来。大姐，你以为我想来吗？我是有任务的，好吧？周青赶紧把自己撇清，转而又关心道：“你给我买的是什么服务？最高级的。”苏巧云一脸暧昧地看着他，后宫3000的那种，你满意吗？周青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回过神来，连忙又摇了摇头。其实服务啥的我才不想呢，我这是不想让自己在这地方显得与众不同，掩人耳目，方便执行任务，明白吧？是的嘛，为了执行任务，苏巧云那语气就差一声冷哼了。你看也看了，瞅也瞅了，赶紧回去等消息吧。周青催促道。想赶我走？苏巧云大眼睛一瞪，把怀里的胳膊抱得更紧了。我偏不走，你在这不是妨碍我执行任务吗？周青苦着脸抱怨道。哪有到这种地方还自带干粮的？周青，你看我傻吗？没有啊，你是深藏不露的高人，人又漂亮，哪里傻了？那你猜我明白干粮的意思不？苏巧云白了他一眼，百媚顿生。周青算是看出来了，今晚这个碍事的肯定是撵不走了。好在他是个正直的男人，没有肮脏思想的男人，来这仅仅是为了看看能不能找到鬼手的线索。真的？好吧，可能也顺带再泡个澡。周青摸了摸自己的脸，故意把手指上沾到的灰伸到苏巧云面前晃了晃。你看我这脏的都能搓下来了。行了，知道你刚才在外面的时候，趁我不注意往自己脸上抹灰是为什么？我这不都给你买了服务吗？好几万呢，不用也浪费。待会你就好好享受吧，我不会影响你的，真的。苏巧云很乖巧懂事的样子，可她越是这样，周青的心里就越没底。这妞该不会怀疑我有什么用心吧？我抹灰是怕方文明认出来啊。说话间，两人来到一栋仿古代建造的小楼前。这栋5层高的小楼应该是整座会所最高的建筑了。门口铺着红地毯的台阶两侧，一立着10名衣着暴露、姿色各异的工装女人，差不多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倒也挺全的。看到挽手而来的2个人，这些女人们虽然早就接到通知，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是一脸的怪异。好在都训练过的，领头的一使眼色，众女齐齐躬身行礼，拖着长音道：“欢迎皇帝回宫，应该是恭迎陛下回宫，懂吗？还有你们行的礼也不对。”苏巧云眉头一横，挑刺道。周青无语了，你还跟人家计较着干嘛？待进了楼，没等他这个陛下开口呢，苏巧云就摆出一副正宫娘娘的派头，挨个指使道：“你们2个去看看水温调好没？你们4个去买一套卡迪兰黑色西装，要18号的。你们3个去把恒温器调一下，要比室内温度高6度，洗完澡出来怕着凉。你说你呢？现场就你年龄最小了，还愣着干嘛？去准备点创伤膏、酒精、棉签和包扎带来。”眨眼功夫，莺莺燕燕一屋子的女人们都被撵走完了。周青傻眼了，看着空荡荡房间，恍如刚才那一切都是幻觉，只剩苏巧云自己往他面前一杵，标标准准的一个蹲安礼。
拿枪作势道：“陛下，让奴婢伺候您更衣吧。”周青冷着脸一挥袖子：“稍安勿躁。”说完，转身逃也似的往楼上去了。与此同时，演艺时代会所门外，一个瘦小的中年人走出会所，钻进路边停着的黑色小车内，掏出电话，稳了稳神，这才拔通了号码。蒋总，已经确认过了。对，买的是最高级的服务，是个女人买的单。明白了。上楼以后，周青直接到了最顶层，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皇帝陛下还没忘记自己来这的目的。此时站在顶层窗前，能够清楚地看到会所全景，甚至就连那辆执法车也都隐约可见。鬼手肯定不在会所内。大概的看了一圈后，周青的直觉自己告诉鬼手没这么傻，但是他带着个行动不便的累赘，即使有帮手，估计也跑不远的。可惜会所内没有发现什么疑点，院子里黑乎乎的，偶尔传出几声可疑的叫声，仔细一听，让人面红耳赤，太不要脸了。周青决定批判性的观察一下，猛然见苏巧云走了上来，赶紧把视线移开，转向了会所外面，发现那里黑漆漆的，他顿时愣住了。那里是牧民湖，一楼香风袭过，苏巧云站到了他的身旁，拢了下头发，悠悠道：“你该不会忘了第一次向我表白的地方吧？”嗨嗨，这么多年没回来，应城的变化太大了。再说深更半夜的，周青哪能认得出来？但这话可不敢说出来，毕竟是定情圣地嘛。苏巧云没有等到他的回应，神情更有些幽怨，叹息道：“前段时间我专门去过一趟，可惜小木船都换成了电动小游艇。”小游艇？周青神情一怔，心底的那点涟漪瞬间消失，凝神仔细观察黑乎乎的牧民湖，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对面有点点光亮。他皱起了眉头，牧民湖对面是什么地方？都是官方机构，连城首府也在那边，有什么问题吗？苏巧云困惑道。周青摇了摇头，鬼手此人行事谨慎，他必然猜到我们会通过监控找到那辆执法车，却将车大摇大摆地停在会所的停车场内，人估计早就跑了。你怀疑他们是汽车乘坐小游艇跑了？苏巧云讶然道。可对面都是官方机构，戒备森严，他们应该没那么傻吧？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周青冷哼一声，眼中闪烁着神秘莫测的寒光。更何况，或许有官方的人在帮他呢？那今天晚上我们岂不是白忙了？苏巧云皱起了眉头。恰在此时，衣着暴露的宫女来了，小声道：“皇上，水温调好了。”周青有些心动，但在苏巧云面前，却要装作没听见一样，依旧看着外面的牧民湖。对呀，陛下还没洗浴呢。苏巧云脸上露出狡黠的笑，殷切：“陛下，快去更衣吧。”周青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点了点头道：“行吧，朕就随便搓2下吧。”说完，一脸猴急的想往楼下去，走出2步才想起什么，扭头一看，果然苏巧云朝自己翻白眼。见他回来，这才冷哼一声，上前挽住周青的胳膊，款款下楼。浴池建1楼，足有20平米的样子，这么大的池子都够10个人洗了的。水面上洒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瓣，旁边是立着各色宫女，看其衣着，显然还真有一起入狱的架势。周青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转而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摆了摆手道：“你们都退下吧，朕要沐浴了。”这怎么能行呢？宫女们还有些犹豫，正宫娘娘却就不乐意了：“哪有让陛下亲自动手的道理？你们都还愣着干嘛？赶紧给陛下更衣呀！”大牌正副吩咐了，莺莺燕燕的宫女们随即就要上来动手。这还了得？周青被吓了一跳，连衣服都顾不上脱，扑通一下子跳进了浴池内，紧张的像个小兽一样，咧着嘴，一脸惊恐道：“你们想干嘛？你们可别过来啊！敢进来我就喊人了。”德行！苏巧云冷哼一声，撇下那些宫女，转身走了。碍事的一走，浴室内的气氛瞬间就暧昧起来。让周青没想到的是，居然还有宫女奏乐，还是那种非常旖旎的曲子，用的是传统的舞调式，颇有一番宫廷的感觉。皇上，您看我们这些服务还满意吗？有宫女继续往水池里撒花。周青点了点头，皇上喜欢就行，喜欢什么都可以。有宫女在给他做肩部按摩，言语暗示的意思明显。周青闭着眼睛没有回应，但满脸惬意的表情，极其享受。不过很快，他就感觉情况有些不大对劲了。揉肩的劲头有些颤抖，弹奏的曲乐调调有些走音。陛下，您喜欢我们这的美女吗？耳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娇羞的声音，就贴着他的耳畔说的，那声音简直酥到人的心里去了。本来还有几分怀疑的周青，闻声下意识的点了点头，好，那让臣妾们好好服侍陛下好吗？话音刚落，
他就感觉水面一晃，似乎有人也进池子了。周青讶然一惊，眼睛一看，立即被吓得魂飞魄散。那几个衣着暴露的宫女，此时全都已经下水了，正缓步向他走来。最惊讶的是，苏巧云不知何时也换了一衣浴衣，正站在一旁戏谑冷笑。这种情况，谁还敢呀？周青立即板起了脸，严肃呵斥道：“你们干嘛？别过来呀！再过来，我喊了啊！我们来服侍皇上呀！”早知道这家伙是个有色心没色胆的，宫女们现在只听正宫娘娘的，连娘娘都吩咐了，他们当然毫不客气，一拥而上。别这样，我是个正人君子。周青努力让自己绷着脸，不要美出声。我们也是正牌宫女呀。宫女们嬉笑道：“我不是那种人。”周青装出一副威武不能屈的大义凛然道：“哼，你们都好好服侍陛下，伺候好了有赏，伺候不好的唯你们是问。”苏巧云在外面发号施令道。在这样的气氛下，周青就如同失控的小船一样，眼看着就要随波逐流了。苏巧云见有擦枪走火的趋势，脸色突然一冷，厉声道：“都给我滚！”宫女们脸色一变，转而默默的都退了出去。周青连忙擦了把汗，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差点我的名节就不保了。德行！苏巧云说着，却款款走进浴池内。爱妃，朕自己来就行了，你还是先告退吧。周青刚才被勾起的火还没消退，这来个更狠的，还让不让人活了？苏巧云却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径直来到周青身边，伸出洁白的小嫩手，在他身上摸索起来。陛下是不是很舒服呀？吐气如兰。周青的喉结又滚动了几下，正犹豫着该怎么接话才合适，不料苏巧云的手忽然停了。他摸到了周青背后的伤痕，掀开衣服一看，脸色瞬间惊变。周青在混乱战场上九死一生，天天过着刀口上舔血的生活，能侥幸活下来就很不容易了，有点伤算什么？可是苏巧云看着他身上密密麻麻的伤疤，泪水立即就盈眶而出。对不起，我让你受苦了。他心底万分的愧疚，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当年那个玩笑，周青何至于如此？伤口这么多，都看不到几处好肉了，受伤的时候该有多痛？还有几处明显是致命伤，他这是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呀。不知道他在昏迷的时候有没有念叨过自己的名字呢？周青，苏巧云忽然伸手抱住了周青的腰，把身子紧紧地贴上了去。对不起，周青笑了笑，都过去的事了，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不料他越是大度坦然，苏巧云越觉得羞愧难当。突然，他似乎下定了决定，退后一步，伸手就要解开自己的浴袍。要命啊！周青见状，顿时被吓得赶紧往浴池外面跑去。我洗好了，你慢慢洗。说完，随便披了件浴袍，弯着腰溜了。怂胆！身后的苏巧云面红耳赤，嗔恼道：“虽然玩笑的成分更多些，但也太过火了，是个正常人都受不了。”周青正常吗？当然正常，谁敢说他不正常的玩命？可是时间不对，场合不对，人物或许是对的，但也不合适啊。亏大了喽！周青换上了苏巧云让人买的衣服，别说这妞眼光真准，买的款号大小正好合适。刚穿好，手机铃声响了，拿起来一看，上面赫然显示着金鱼妞的备注。他皱起了眉头：“兰芳，有什么发现吗？”周青进来会所内部探查，金鱼妞则负责在外面监视掩护。好奇呗，听说你点了个皇帝回宫的服务，对吧？当皇帝爽吗？电话那头的金鱼妞幸灾乐祸的样子道。周青愣了一下，自己都不知道这服务叫什么名字呢，他怎么知道的？但嘴上还不甘示弱，还行吧，就那样，没我在国外的好。嘿嘿，那你就赶紧抓紧时间再好好享受一回吧，因为等会你出来就那么好受了。啥意思？周青皱起了眉头，这小妞该不会是羡慕极防恨吧？转而有些底气不足的解释道：“我这是执行公务，按理说我该拿着发票找徐老头报销的，那你找他报呗，只要你能活到那个时候。”嘻嘻，电话里的金鱼妞得意道。这下周青真的懵了，听这话的意思，自己是惹上麻烦了？谁呀？管啥闲事呢？周青，外面百十号人正等着揍你呢，放心吧，待会我会帮你找电话叫救护车的。嘟，还没等周青问明白是怎么回事，金鱼妞就把电话给挂了。方文明，你个不要脸的，老娘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会所前台，一个高1.6米，横宽1.2米，脑袋上顶满卷发棒的胖女人正在厮打方文明。可怜的方队长已经鼻青脸肿，衣服都被撕烂了，却只能抱着头护住脸，蹲在角落里连声哀求：“老婆别打了，
这么多人看着呢，你还要脸呐？要脸你 TM 别来嫖啊！嫖了别让老娘知道啊！知道了别让老娘来替你付钱呢！胖女人连哭带骂，厮打的动作也没耽误了。方文明万分委屈，头眼看见几个老乡在旁边站着没动静，顿时恼羞成怒道：“你们都 TM 死人呢，还不赶紧拦着点！”老乡们闻言一拥而上，拉胳膊拽腿的，想把两人拉开。不料胖女人腿一样的大胳膊一挥，一群大老爷们齐齐打了个踉跄。我看你们谁敢！他狂怒咆哮一声，把天花板上的陈年老灰都震落下来。都 TM 给老娘等着！你们的媳妇老娘都认识，老娘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你们的日子也别想好过。老乡们瞬间懵逼了，回过神来，一个个都连声祈求道：“嫂子消消气，我们也没咋着啊，文明家的别告状嘛，你们家的事我们不插手了，好吧？文明的确太过分了，你多打几下出出气，我们都不说话行不？”一群人瞬间都淹了，哪个不怕自家后院跟着起火？死道友不死贫道，谁还顾得上管方文明的死活？轻而易举地唬住了一群废物。胖女人冷哼一声，转身一把揪住方文明的头发，把他从角落里拖了出来，劈头盖脸的痛殴起来。哎，要打出去打，我们这还要做生意呢，赶紧付账滚蛋！会所的打手领头看足了好戏，这才想起自己的职责，出声阻止道：“老娘没钱，想让老娘付这种账，门都没有！”胖女人杏目瞪得溜圆，理直气壮道：“老婆赶紧付钱吧，有话咱们回去好好说行吗？”方文明早就顾不上脸面了，只求赶紧走人。拼着被打残的危险，把老婆叫到这种地方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替她付嫖资吗？然而他不开口还好，一开口，脸上立即又被抓了一把，多了几道血口子。方文明，你这个畜生，想啥美事呢？让老娘给你付嫖资，你问问哪个女的愿意啊？你咋不上天呢？说着又是一顿扑打，然而却发现丈夫看着一旁，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再看看周围那些老乡们，一个个也都直了眼睛。胖女人怔了一下，扭头一看，却见一个打扮的人模狗样的小伙子带着个绝美的女人从会所里走了出来。那小伙看都不看众人一眼，背着手施施然径直往外面去了，留下那个绝美的女人带着可疑的羞意，红着脸来到前台，纤纤玉指点了点台面，冷冷地吩咐道：“把我先生的账结一下。”胖女人傻眼了，老乡们羡慕了，打手们嫉妒了，方文明更是瞠目结舌，半晌都缓不过劲来。他现在终于看清了，那个人模狗样的混蛋正是他保安队的手下周青，这还有没有天理了？自己当队长的偷偷叫个快餐，还被打得连妈都不认识了。他一个小保安，竟然带着美女来风流，甚至还能让人家付账？说好的人人平等呢？差距咋这么大呢？周青不是故意在方文明面前装逼，而是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金鱼妞都说了，外面百十号人等着揍自己呢，哪有空搭理他？出了会所，左右看了看，没人呀。难道金鱼妞在谎报军情？刚准备打电话问问，黑乎乎的马路对面突然亮起一排车灯，耀眼的光芒刺得周青不由皱起了眉头。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身材瘦小的中年人走了过来，脸上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淡淡道：“周青是吧？蒋先生要见你。”周青愣住了，他接受徐阁老安排的任务后，就对蒋一涵周围的人很是细致的了解过了。这中年人的身份，他当然也是知道的。人言嘛，蒋开山的管家，他口中的蒋先生，不用猜就知道是谁。难怪金鱼妞幸灾乐祸呢，这不是风流快活被老丈人逮了个现行吗？周青的眼神闪烁了几下，两边的树林里藏了10几号人，前面那排车里估计也有不少，还有10几个打手正悄悄绕到后面去，显然是想把自己的退路也给堵上。虽然他真想走的话，这些人肯定是拦不住的，可毕竟理亏嘛。就算他和蒋一涵是假结婚，也都默认同意了他的条件，不出来鬼混的。现在被老丈人逮了个现行，也只能硬着头皮认栽了。跟在人言身后，来到那辆加长商务车旁，车窗降下，露出了蒋开山那阴晴不定的面容和夏一平不加掩饰的羞愤怨恨。呵，连丈母娘都来了，周青顿时更加尴尬。周平安，看看你干的什么事，恶不恶心？夏一平扶然作色道。先前还担心丈夫的手段太激烈，两家毕竟是世交，总要留些颜面的。现在只恨那酒店的炸弹咋没把这小混蛋给炸死呢？伯母，周青耸拉着脑袋，羞愧难当。夏一平冷哼一声，怒极反笑：“你还叫我伯母？那我该叫什么？”想到自己和蒋一涵要假结婚了，周青眨了眨眼，怯生生道：“妈，呸！
你这个下流痞子，胡喊什么呢？谁是你妈了？你赶紧把话给我收回去，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女婿。夏一平顿时像被踩了尾巴一样跳了起来。这时，一直没说话的蒋开山终于冷哼一声，开枪了。周平安，算了，我还是叫你周青吧。按说咱们两家是世交，我替你爸妈管教你也是应该的。你这事做的实在太下作了，这是什么地方？你就不怕染上一身的脏病？周青低着头，都没好意思反驳，几辈子的脸都被他丢光了，还是教个屁！夏一平是彻底的怒了，咬牙切齿道：“亏我闺女还以为你被炸死了，不顾危险跑到酒店里去找你，自己都受伤了，还担心你的下落。你倒好啊，躲到这里来风流快活了。姓周的，你对得起我女儿吗？”一涵受伤了，周青讶然一惊：“一涵是你叫的吗？”夏一平赶紧撇开关系，怒斥道：“你个小瘪三，以后离我女儿远点！敢让我看见你靠近我女儿，我把你腿打折！”周青啧了啧嘴，还是忍住了。如果换作是别的任何一个人，敢如此辱骂自己，他早就翻脸了。可是他面对的是夏一平，蒋一涵的亲妈，人家女儿因为自己都受伤住院了，人家妈气不过骂几声怎么了？他周青再怎么厉害，在这种时候也只能忍气吞声。算了，别跟他一般见识了。蒋开山安慰一下妻子后，扭头盯着周青，语气森然地吩咐道：“看在以前两家交情的份上，我才专门到这里来见你一面。一涵妈的话你也听见了，趁早收起你那点小心思，以后离我女儿远点，明白吗？”正在此时，苏巧云走了过来，一眼就认出了这辆加长商务车。听到蒋开山的话后，他眼神一闪，上前挽住了周青的胳膊，笑吟吟道：“平安，这是谁呀？怎么这么大口气呢？这美妞是明面装傻，实际在火上浇油呢。”果然，夏一平彻底的爆发了。姓周的这个狐狸精是谁？你还能要点脸吗？在外面风流快活，勾勾搭搭，还招惹我们家遗涵干嘛？你个王八蛋，老娘饶不了你！你骂谁狐狸精呢？苏巧云愤然怒道：“我跟平安高中时就在一起了，是你女儿长得太丑，嫁不出去，死乞白赖的缠着我家平安吧？还好意思骂别人？你个臭狐狸精，还有理了是吧？”夏一平说着就要推门下车跟苏巧云撕，幸好蒋开山死死的拦住他，而周青也苦笑着把故意添乱的苏巧云撵一边去了，扭头一脸的平静道：“伯父伯母，今晚我来这会所是有别的原因，那种详情我会跟一涵解释清楚的。至于你们误会我、骂我、念你们是长辈，我就不多说了。如果相看两厌的话，以后咱们尽量别见面就是了。”说完转身要走，不料蒋开山却在后面冷哼一声道：“周平安，你觉得我真会在乎你有没有干下流事吗？”周青淡然一笑，继续往前走去：“马上给我滚出应城！”蒋开山说完，朝外面候着的人言点了点头，把车窗升了起来。加长商务车走了，周青被几十号穿着黑西装的打手堵住了去路。精瘦的人言站在他的面前，森然一笑道：“周青，蒋先生的话记住了吗？”周青没有回答，点了点人头，才40-50个，哪来的100-10个好人？金鱼妞果然是谎报军情了，回去再收拾他。见周青一脸的轻松淡定，人言脸色一沉：“我在跟你说话，听见没有？还废话什么呢？一起上吧，打完了我还得去医院探望老婆呢。”周青朝他勾了勾手指：“都死到临头了，还惦记着大小姐？”人言眼神一冷，退后一步，挥手下令道：“弄死他！”瞬时间，原本赤手空拳的黑西装们变戏法似的掏出了刀枪棍棒，动真格的。看着这些人手中拿的各式各样的器具，周青无奈的摇摇头，苦笑了几声：“不是什么人都能染指小姐的，给我上！”看到周青这副样子，人言更是来气，真不把他和他带来的这帮人放在眼里。那些拿着家伙的人一齐冲了上来，周青往前踏了一步，正准备拉开架势，身前却突然出现了一道倩影，不是别人，正是苏巧云。苏巧云站出来以后，对面那些人的动作明显愣了一下，身形也止住了。有本事就不要躲在女人身后，站出来啊！看到这情形，人言表情更加阴沉了几分。原本周青都打算自己动手了，但是现在看到苏巧云站了出来，也打消了自己动手的念头。苏巧云也是觉醒者，刚才连民工魅影都能收拾得了，面前这帮混混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我又没往人家身后躲，是他主动站出来的。周青耸了耸肩膀，一脸无奈的表情：“你们要是谁想对平安做什么的话，先过了我这关再说。”苏巧云也冷笑着盯着面前的这帮人，这帮混混们面面相觑，这是个娘们儿，他们有必要对一个女人动手吗？
虽然他们平时之间也是无恶不作的形象，不过面对这么漂亮的女人，他们还真的有点犹豫了。任言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这个女人勾引小姐的未婚夫，虽然只是几十年前定下的娃娃亲，是名义上的未婚夫，但是这也不可饶恕。明知是小姐的未婚夫，还敢走得这么近，谁敢阻拦，连他一块收拾。很快他就下达了命令，那些人也咬了咬牙，继续冲了上来。哪怕挡在他们身前的是一个长相绝美的美人，他们现在也根本不会怜香惜玉。小心点啊！看到这些人来势汹汹的样子，周青忍不住出声提醒苏巧云。虽然他知道凭借苏巧云的实力，想要收拾这些人不是难事，不过多少还是有些担心。说他心里不担心苏巧云，那肯定是假话。那些人很快就冲了上来，苏巧云并没有闪躲，甚至连退一步的动作都没有，主动迎了上去。苏巧云的纤纤玉手探出，灵活地从第一个人的手中将钢管抢了下来，紧接着那根钢管就在手中不停地翻转，变着不同的花样。与此同时，他还在人群之中窜来窜去，动作优美轻盈，看上去像是跳舞一般。在他所经过之处，钢管都戳到了这些混混们的胸口上，让他们一阵胸闷，捂着胸口向后摔倒或者退步。动作看似轻盈无力、缓慢，但是实际上动作之中蕴含的力道很大，并且迅如雷电，这些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看到这一幕，周青原本还有些紧张的心也放松下来。原本还打算着，如果苏巧云不敌的话，他可以出手解决一下，现在看起来完全没这方面的需求。他看得津津有味，时不时的点头，似乎是对苏巧云的表现很满意。对了，蒋一涵还在医院里面躺着呢，虽说他自己心里也清楚，跟这姑娘就是逢场作戏，没什么真正的情感在里面，但是他听到蒋一涵为了救自己冲进爆炸现场而受伤，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愧疚。就算他心里面没把两个人之间的事当回事，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又怎么可能不在意呢？想到这儿，他觉得现在是个机会，一个可以悄悄离开的机会。凭借他对苏巧云这个小妞的了解，要是知道了他要去看望蒋一涵，肯定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放他走。看了看现场的情况，已经被苏巧云完全控制住，他心里也就不再担心，悄悄闪身离开了。前前后后花费也就1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些人全都被苏巧云完全放倒，捂着胸口在地上叫苦连天，一脸痛苦的表情。任言有点惊讶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女人，心里还在盘算着这个女人会不会对自己动手，就看到苏巧云回过头去看了看自己身后，然后将钢管随意扔在地上。真是没劲，你们这些人都不配合，害得平安哥哥都跑了，你们要是早点倒下，不就没这回事了吗？那些人本身就因为一群男人围攻个女人被放倒而感到很尴尬，此时听到苏巧云所说的话，更是无地自容。任言看到势头不妙，也害怕这女人会将气撒在自己的身上，灰溜溜的悄悄离开了。仁轩医院内，小护士端着外伤药来到特等病房的门口，敲了敲门，进。里面传来一个具有威严的中年男性的声音。护士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这种特等病房都是给身份尊贵的病人使用的，各类设施都很齐全，24小时有专门的人负责接待，可以说舒适和安全齐备。今天这里住进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总裁，腿部有伤，护士给女总裁的脚小心换药，换完以后简单说了几句就推开门离开。病房内，你就听一回你爸的吧。夏一平看着面前的女儿，看着女儿有些泛白的脸色，心头不忍。你爸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了，什么人他没见过啊？就那小子使用的主动转让股份那一招，真的就是糊弄你，想要获得你信任的，转眼就跑去那种下流地方了。这要是染上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病，到时候问题可就大了。夏一平眼里面满是焦急和担心。躺在病床上的蒋一涵也皱着眉头。刚才父母一进来，先是问了问他的情况，关心了女儿，就和他说起关于周青的事情。这样的人配不上我们蒋家。此时蒋开山也发话了。蒋一涵紧紧地皱着眉头，一直不说话。周青这家伙没事，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只是就想不通，这家伙怎么还能跑去嫖，而且还带了个女人过去？行啊，之前怎么没看出他还有这方面的爱好啊？他之前故意做出那些行为，转让股权，就是为了迷惑你，他就是想让你给他充足的信任，接着再慢慢入手我们蒋家的财产。夏一平的语气之中充满了担心。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可得防着点呢。哎呀，爸妈，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蒋一涵有些停不下去了，皱着眉头开口：我们在跟你说经验啊，你爸混迹商场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啊？他这招啊，就叫欲擒故纵，
明明心里面就惦记着那些东西，但是表面上却故意要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目的就是要骗取你的信任。蒋开山此时也开口了，他很快就会明白，想用类似的方法进入我们蒋家，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的语气里充满了自信。管家任言帮着家里做事这么多年，对于任言的办事能力，他还是相当放心的。想必现在那小子已经在受苦了吧？哎呀，行了，我都知道了。蒋一涵有些听不下去，摇了摇头。你们先出去吧，我要一个人静静，好好想想这些事情。听到蒋一涵说的话，夏一平原本还打算说些什么，旁边的蒋开山轻轻拉了拉他的胳膊。行了，就让小涵一个人静静吧，我们先离开，他一个人想通了就好了。夏一平也只能无奈的点点头，跟着丈夫一起离开病房。在父母二人离开后，蒋一涵坐在病床上，眼睛里面还是有很深的疑惑。周青那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呢？既然能够从爆炸现场侥幸捡回一条命，他又干嘛跑去那种地方潇洒快活？蒋一涵有点不理解。咚咚咚！就在此时，病房门口传来了敲门声。谁？蒋一涵问道。门口的声音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又响了起来。咚咚咚！我不是说过不要随便打扰我吗？蒋一涵有些气愤了，之前就已经跟护士什么的都交代过，不要让人轻易打扰他，怎么现在还有人敢来？就在他打算发火的时候，门轻轻的微微张开，露出了一条缝隙。紧接着过了几秒钟，缝隙里面渗出来一个奇异的东西，那是一捧鲜花，玫瑰花，不多不少，正好9支。出现的东西就是一条只能看到小臂的胳膊，以及这一捧玫瑰花。行了行了，进来吧。蒋一涵有些无奈，这么说也是想看看究竟是谁在这故弄玄虚。紧接着门被推开，露出了一张让他感到有些惊讶的脸。切，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用这招，老不老套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追上个世纪的小妹妹呢。紧接着蒋一涵的语气里面就毫不客气的挖苦，我仔细合计，你出生的时候不也是上个世纪吗？进来的人也毫不留情，一边说着一边走进来，将这捧花放到了床头边上。你，蒋一涵被这家伙说的话给气得不轻，但关键问题就在于他所说的话还真的是事实，自己还真的出生于上个世纪的尾巴。这家伙每次油嘴滑舌的，在嘴上从来不饶人，本姑娘今天就放你一马。一边这样想着，蒋一涵一边看着来人的脸。怎么这么快啊？你是不是某些方面不太好？不是说你带着美女跑去什么地方潇洒快活了吗？怎么还有空来我这里啊？进来的人正是周青。听到这些话，周青脸上就露出了苦笑。表面听上去只是单纯的调侃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些话里面句句都是在挖苦自己。这才刚一进来就开始批斗了。周青也不着急，将花放下以后，缓缓地坐在床边的凳子上。蒋一涵就这么看着他，等待他的解释。你突然这么关心我，是不是真的去嫖了？难道你已经被我的帅气折服了，并且在意我了吗？周青并没有急着回答，反而是先这样问了一句。呸！蒋一涵先是呸了一口。我是怕你坏了名声好吗？要是你去那种地方玩的事情被爆出来，丢人的不仅是你，就连我也颜面无光。都是丈夫犯的错，你有什么有没有光的？周青无所谓的回答。去！蒋一涵发现了，这家伙嘴皮子功夫真不赖。那你倒是说说，看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过来了？你会不会某些方面？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眼神还向下瞟了一眼。别多想。周青脸上依然是挂着点微笑。俗话说得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要是想试试看究竟怎么样，我也不介意，反正现在刚好也有机会呀。呸！下流！蒋一涵又呸了一口。对了，你到底为什么要去那里？但是蒋一涵心里还是很好奇，想知道周青的答案。周青听完以后稍微沉默了一下，现在有些话还不方便明说，不过他只是来这儿执行任务的，等到把民工鬼手这帮人的威胁给解除掉，确保那样东西平安无事就够了。想到这儿，他稍微叹了口气，紧接着在蒋一涵注视的眼神之中开口，关于这个问题，我到时候肯定会回答你的，不超过2个月时间，我一定会给你个答复，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得清清楚楚。现在你信我也好，不信我也罢，反正我话就说在这里了，我到时候必定会给你解释整件事情。蒋一涵听着，也很认真地看了看周青的眼睛。好，蒋一涵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既然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选择相信你，到时候记得给我一个回复。蒋一涵说完这句话以后，就将目光收了回来，只是盯着面前的床单。周青和谁好，他本身就没心情去管，只是把他当成挡箭牌罢了。这家伙真的去快活也好，还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也罢，
反正到时候会给他一个解释。这个话题一说完后，现场的气氛又沉寂了下来。等会儿笑曼就要来了，你要不还是先回去吧。虽然周青这么快就出现在自己身旁，让蒋一涵多少有些感动，但是并不想和他相处太多的时间，尤其是这种两个人同处一室的情况。我们两个人是夫妻呀，你受伤了，我不看看你怎么能行？周青故意做出一副担心的样子说道。行了行了，蒋一涵真的受不了这家伙，所以直接摆了摆手。医生说了，我这只是被玻璃划伤而已，消完毒包扎好，我最快明天就可以出院了。而且现在罗大师也来了，公司那边的监督不能耽搁，我明天必须要回到公司里去。周青点了点头，依然没什么想走的动作。那等笑曼来了，你就走好吧。周青无所谓的点了点头，他本来就不在乎这些东西，也不在乎蒋一涵对他的看法。没过多久，笑曼真的来了。他推开门，看到周青和蒋一涵两人都在病房的时候，明显有些愣，有一个下意识想往门外走的动作。还好蒋一涵反应了过来，先将他喊住。周青也没耽误，直接拍了拍屁股就从病房里出来了。叮铃铃，手机铃声响起。金鱼妞，喂，是不是又有什么军情要跟我汇报啊？周青一边接听，一边用无所谓的语气说道。嘿嘿，还真是。金鱼妞兰芳在那边笑了笑。快回来吧，宿舍门口有人找你。有人找我？谁呀？听到这话，他心里有些好奇。他回到华夏到现在为止，真正有需求主动上门找他的人很少。谁会主动找他？你回来了就知道。哎呀，我做饭呢，没时间跟你聊挂了。紧接着电话那边就传来了嘟嘟嘟的声音。这么快就挂了？那打这个电话有什么用？这小妞，周青有些苦笑着摇了摇头。不过既然现在有人找他，那他就去看看。打了辆车回到住所，当他下车的时候，就看到面前站着一个有些眼熟的背影。他一时半会儿叫不上名字，但是分明觉得很眼熟，好像才刚见过不久。就在此时，那个背影的主人也转过身来，看到后眼神里明显有些激动，但是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被强行压制了下去，没有主动冲上来。你来这干嘛？周青一边问一边看看周围，看看这家伙有没有带人来。我来找你。面前这个人回答的时候，有些畏首畏尾的感觉。不过周青听完也只是点了点头，他的目光依然在看周围。奇了怪了，金鱼妞只说一个人找自己，这人不会真的一个人就来了吧？他不带点保镖什么的？周哥，你在看什么？对面那个人小心翼翼地问道。奇了怪了，我记得你不是有挺多贴身保镖的吗？怎么现在没看到啊？你让他们出来吧，有什么事当面解决就行了，不用暗算我。周青摆了摆手，一副淡定的样子，看不出半点害怕。我是一个人来的，大哥，你误会了。面前这个人回答的时候，声音有些颤抖，但是他的目光却一直集中在周青的身上，一直在盯着他看。周青有些诧异的看了看面前的人，我真是一个人来的，似乎是害怕周青不相信，他立马说道。周青还是在用故意装出来的审视性的目光，略带着玩味的看着他。哎呀，看到周青这副样子，他也有些受不了了。我实话说了吧，你是我的偶像，我就是专程来看你的。他脸上的样子看上去有些苦涩，似乎很想把这些事情给说清楚。现在的他看不出平日间半点纨绔子弟的样子，要是其他人在这儿一定会惊讶，平日之间横行霸道的成熟儿子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没错，面前这个人就是赵远峰的儿子赵无极。此时的他没了和周青第一次见面时候的嚣张跋扈，现在就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别介，周青摆了摆手，他看向这家伙的眼神也带着几分好玩，因为现在他和白天那副样子完全不一样了。我只是一个小保安，一个吃软饭的人罢了，怎么配得上当你的偶像呢？你这话真是折煞我了，他故意说道。说完后，赵无极的表情变得越发奇怪了。我已经从姑奶奶那里知道了你的身份，其实我一直都非常崇拜你，你是我的偶像。